章，事情发生在薛珊珊连续加班5天后。明明是国庆节，可是因为月底要结账，财务部所有人都必须加班。新晋小菜鸟薛珊珊被一堆报表折腾得手忙脚乱、头昏眼花。终于3号晚上，科长宣布月结完毕，珊珊回到租的房子，就扑倒在 C 床上呼呼大睡。朦胧间似乎听到手机响了，珊珊闭着眼睛在 C 床上摸了半天，摸到手机，凭感觉按下接听键，口齿含糊地说：“喂，你好，请问是薛珊珊小姐吗？”“是。这里是 XX 医院，请您立刻到 XX 医院妇产科来一趟。”“哦，好。”对方还在叽里咕噜说什么，珊珊完全没往脑子里去。的答应着。终于对方挂了电话，世界安静了，珊珊缩回被子里继续睡觉。过了几分钟，薛珊珊猛地从 C 床上坐起。刚刚她听到了什么？医院？不会是家里老头又出事了吧？珊珊套上鞋就飞奔出门，打上车催促司机加速开往 XX 医院的时候，忽然想起，不对呀，他已经来到 S 市工作了，已经不在老家了，老头怎么也不会在 S 市的医院啊？而且刚刚似乎听到那边人说是妇产科。接下来的事情对珊珊这种升斗小民来说，简直传奇的像小说。先是在医院门口一下车，珊珊还没心疼完那50块钱打车费呢，就上来2个墨镜高壮男，看样子早在医院门口候着了，而且连他的样子都晓得。薛珊珊小姐，请跟我们来。然后珊珊就在遇见黑社会的惊恐中被2人带到妇产科手术室前，再然后一个满头大汗的男人冲了上来，紧紧握住她的手。薛珊珊小姐，请您务必救救我太太。珊珊茫然地被他晃来晃去。谁来告诉他究竟是怎么回事啊？还有，这位大哥，我的手快被你捏碎了。严青，松手。清淡的却十分有力的命令，那个叫严青的男人立刻松了手。珊珊不由自主向发生处看去，然后眼睛直了。只是一个男人坐着的侧面而已，却好像发光似的牢牢吸引住她的眼睛。男人似乎刚从宴会中出来，身着非常正式的黑色西装，脸上带着一丝疲倦和习惯性的高高在上的疏离。他掸了掸衣角站起来，以一种傲慢的步伐走进薛珊珊。薛珊珊，珊珊呆呆点头。AB 型 RH 阴性血。珊珊继续点头。男人虽然仍然是一副傲慢的表情，眼神中却闪过了一丝放松。佳妹和你同事稀有血型，她刚被推进手术室待产，血库却临时告急，为预防万一，请你待在这里，以备不时之需。原来是这个呀，珊珊恍然大悟。大学体检的时候，她就知道自己的血型非常稀有，因此每次过马路都特别小心，生怕出个什么意外大出血死翘翘。没问题，没问题。珊珊顿时对产房里面的孕妇生出同病相怜的感觉，毫不犹豫地答应。不过，珊珊讪讪地说：“我可不可以问个问题？”“你问。”明明是求助者，可是男人偏偏就能摆出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来，而周围的人似乎也觉得他的态度理所当然，以致薛珊珊也快产生这种错觉了。啊，你们是谁呀？还有，他们是怎么知道他的联系方式的呢？男人以一种奇怪的目光看了薛珊珊几秒，然后慢慢开口，比人风腾。珊珊想了半天，很不好意思地说：“我认识你吗？”严青擦了擦汗：“薛小姐，你是风腾公司的员工吧？”
难道你培训的时候没有学过公司创业史，也从来不上公司网站？珊珊的嘴巴一会儿张成 O 型，一会儿张成 A 型。他想起来了，封腾，居然是大老板。珊珊无比乖顺地蹲在产房前当临时血库，期间又被大老板指使着去做了个血液检查，以证明身体健康，血液合格。生产中产妇果然一度危急，珊珊乖乖地被抽了300cc 血。产妇转危为安，珊珊在延青的千恩万谢下走出了医院，走了一会儿，停下，看着月亮仰天长叹。资本家果然是吸血的，没人性啊，没人性。游自摇头晃脑的珊珊没注意到，一辆黑色加长轿车在他身后停了一下，听到他的感叹后，后座的男子嘴角动了一下，然后关上了刚打开的车窗。开车。老板，你刚刚不是说要送薛小姐回去的吗？不用了。男人不带表情地说，资本家都是没人性的。第2章，珊珊从小身体健康，被抽了300cc 血一点事都没有，活蹦乱跳了几天，假期过了，又要去上班了。8号早上一去，珊珊就被暴躁的科长叫进办公室一顿痛骂，因为他签名的报表数据出了错。丰腾是大型集团公司，旗下有好几家产业不同的子公司，每个公司是大小不同，配备会计数名。珊珊心人一枚，其实压根做不了什么，只是看着带他的同事做表，他在一旁学习，然后在同事做好的报表上签个名而已。这种情况科长心里也有数，不过他本来就不满这个新人，所以借题发挥。说起来，珊珊也没做什么错事，唯一的错误就是她明明不够格，却进了这家以用人严苛、非名牌大学毕业生不要而闻名的著名大公司，还把科长选好的一个条件很好的新人刷下去了。财务科长是个耿直过头的老头，疑心珊珊走了后门，自然对珊珊处处不满意。能进丰腾，珊珊有时候自己也觉得心虚。虽然她也是211工程的大学毕业生，英语6级、计算机2级也都过了，可是比起其他同事出色的履历来，还是差了一大截。当初只是完全不抱希望的跟着同学在网上填了一份资料而已，谁知道就会被录用了呢？老头以3流大学3流水平，不知道人事处为什么要录用你，你最好想想怎么过试用期一句结束。珊珊郁闷地走出他的办公室。试用期啊，试用期，不知道大老板能不能看在那天免费献血且态度积极的份上，让他过了试用期，这样起码以后还能当临时血库用啊。一份薪水2个用处，那是多么的划算。咦，珊珊忽然冒出一个念头，不会就是因为血型稀少他才被录用的吧？记得当初应聘表上注明血型必填，他还奇怪了很久呢。珊珊被老头大骂的事情并没有引来同事们的关注，他们大都在忙自己的事情，这让珊珊在郁闷之上又加了一层郁闷。和珊珊同期的2个新人很快在办公室内找到了自己学校的师兄或师姐，顺利地融入了大环境，珊珊却总有不得其门而入的感觉。这让从小到大人缘无敌好的珊珊有些沮丧，不免开始怀疑起自己是不是真的太差劲了。其实这倒不是她的问题，一则是丰腾的企业文化强调冷静高效，反感办公室内多余的交流；二则是同事们都觉得以薛珊珊的资历能进来肯定别有背景，在她的靠山是谁没有弄明白前，大家都在距离外观望，既不过分冷落他，也不过分亲近他，这是人际关系复杂的大公司内的生存法则之一。不过这个新人平时一副老实相，
这件事上倒口风很紧，办公室有人旁敲侧击了好几回都没问出蛛丝马迹。然而今天中午，猜测已久的薛珊珊的靠山终于水落石出。总裁办公室的首席秘书 Linda 小姐拿着一个和她高级白领丽人身份很不相称的饭盒，站在财务科门口。请问哪位是薛珊珊小姐？珊珊疑惑地看了看同事，然后站起来。我是。从同事们的窃窃私语和异样的表情中，薛珊珊推测这位小姐绝对不简单，心里不由哀嚎。不会吧，就错了个数据，居然连高层都惊动了。人家居然连饭都不吃，端着饭盒就来抓人，难道他今天就要卷铺盖走路？薛珊珊很僵硬地站着，看着 Linda 朝她走过来，停在她面前。然后 Linda 微笑着开口：薛小姐你好，我是 Linda， 这是封总让我送来的午餐。封总，午餐？同事们的嘴巴不由自主地张大了。不是吧，薛珊珊的靠山居然是总裁。当然，如果他们朝薛珊珊看下的话，会发现她的嘴张得比他们还大。Linda 挥挥衣袖，留下个饭盒走了。同事们也带着若有所思的神情去用餐。办公室里只剩下薛珊珊，在资本家给予的温情中，感激涕零地打开了饭盒。虽然没有珊珊 YY 中的鱼翅海参，不过午餐还是非常丰盛的。小米饭、炒猪肝、炒牛肉、清煮菠菜、凉拌海带、木耳炒蛋，外加生胡萝卜薯片、赤豆红枣甜汤一碗。2荤3素，香味扑鼻。可是这些都是补血的吧？刚刚还沉浸在资本家温情一面中的珊珊，忽然有种不祥的预感，不会是大老板家妹妹又出了什么问题？大老板想把她养肥了，继续抽血吧。第3章，第二天依旧准时送到的养血套餐，更加肯定了珊珊的想法。不过这次不再是 Linda 小姐送来，是总裁办公室的另一个漂亮 MM， 自称是 Linda 小姐的助理阿妹。第3天送餐的 MM 叫阿六。每天送餐的漂亮 MM 都不同，唯一相同的是饭盒里的猪肝。珊珊真想大吼一声，俺可以随时奉献俺养了20多年的鲜血，拜托别让俺再吃猪肝了呀，让俺点菜吧。当然，这句话只能在心里歪歪一下，再给薛珊珊10个胆子，她也不敢真喊出来。连续吃了2个星期的总裁是特别午餐，迟钝如薛珊珊也开始感到不安。到底要抽她多少血啊？给她吃这么多？珊珊不是没想过要推辞，只是她每回都觉得明天应该不会再送来了，就省了口水。谁知道上面居然很有毅力的连送了2个星期。第3周的星期一，珊珊拉着秘书小姐，言辞恳切地感谢公司，感谢总裁，感谢送餐的秘书小姐，表示自己就算不吃饭，也愿意为公司赴汤蹈火，撒至少400cc 的热血，所以明天千万不用送餐给她了。这几句话，珊珊打了2天副稿，整个周末都耗上面了，自认为简约而有重点。秘书小姐却得体地笑着说：我是按照总裁的吩咐办事，薛小姐如果有什么别的想法，最好亲自和总裁说。珊珊傻眼，她一个小财务，怎么去跟总裁说啊？而且风腾这么大，她压根连大老板的办公室在哪里都不知道，好不好？好吧，就算可以跟着秘书小姐上去找到他，可是她实在没勇气呀。于是薛珊珊只好继续厚着脸皮，在办公室众人艳羡加揣测的目光中每天吃猪肝，然后很悲惨的上火了，从来不冒痘痘的脸上也光荣地冒出了一颗痘痘，盘踞在她额头上耀武扬威。当然也有好事，
这段时间，珊珊在办公室感受到了春天般的温暖。同事们不愧是精英，要对一个人好起来，可谓丝毫不露形迹，绝对的润物细无声。珊珊以前工作上遇见困难，捧着资料四处询问，也不见得能得到完整的解答，大家都忙嘛，谁有空带新人？现在却不同了，同事会主动的问一下工作上有没有什么问题啊之类的，有时候还顺手帮珊珊带杯热茶，偶尔聊天的时候也一定记得要把珊珊拉进话题中。珊珊还没笨到不知道同事们态度为什么改变，她老是孩子一个，生怕被误认为皇亲国戚，急忙解释之所以总裁送她午餐，是因为他曾经帮过她一个小忙。具体什么忙她没说，因为觉得涉及人家的隐私。同事们脸上恍然大悟，心里半分不信，你一个小职员能帮到大老板什么忙？就算真帮到，也不用天天送饭这么谢吧，分明别有猫腻。珊珊见大家一脸信服，以为误会消除，浑不知已经越描越黑。挑剔的科长老头也变得很客气，倒不是科长趋炎附势，这老头是觉得这姑娘靠山如此强硬，人还这么谦虚好学，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实在难得，所以也越瞧越满意了。猪肝饭吃到第4周，这天秘书小姐除了送来午餐，还给了珊珊一张请帖，非常华丽的请帖。珊珊一边感慨着有钱人果然不一样，一边打开上书：仅定于 XX 年11月2日周五晚8时为小儿满月酒宴，恭候薛珊珊小姐光临。延青风月静约，地址XX 会馆。下面还有用黑色钢笔补充的一行 XX 会馆的地址。薛珊珊3个字和那行地址都是用笔写上去的，字迹却截然不同。薛珊珊3个字写得很清秀，珊珊猜测是那位和自己同血型的风小姐写的。下面那行地址却写得力透纸背，铁画银钩，给人一种强硬又盛气凌人的感觉，让珊珊第一眼就联想到在医院看到的那个傲慢的大老板。不过他应该不会这么闲写这个吧？再说地址嘛，网上搜索一下不就有了，干嘛多此一举？路过的同事阿佳看了一眼，暗暗吃惊，薛珊珊竟有资格参加总裁家宴，然后顺口说 XX 会馆，听说是会员制的，很神秘哦。珊珊正在庆幸不是什么5星级大酒店，不用穿太正式呢，闻言两眼一黑，仿佛看见自己口袋里的人民币长着翅膀飞走了。珊珊在街上逛了整整1个晚上，买了一件平时穿着也不会夸张的小礼服，一双从没挑战过的高跟鞋，都是永远不会错的黑色，还买了一套8只小鸭子当礼物，能浮在水上借助水力游泳，还会唱歌的那种小鸭子，选了个名牌，也要好几百块。珊珊记得自己小时候蛮喜欢那种一捏就会叫的鸭子的，小孩子应该也会喜欢吧。本来珊珊想买套宝宝银饰的，后来一想大老板家什么没有啊，还是买玩具比较实用。然后珊珊就发现自己总资产已经是-1了，欠了银行1块钱。星期5下班，珊珊就没回去，在办公室蹲到7点，然后去洗手间换了小礼服高跟鞋，走出丰腾大厦。幸好大厦里面已经没什么人了，否则穿这么正式，珊珊肯定不好意思。正在大厦前等出租车的时候，一辆银灰色宝马在他身前停下，副座的车窗打开，温柔的特助先生探出头：薛小姐是去酒宴吗？不如上车，我们带你一程。好啊好啊，谢谢。珊珊感激的点头，周末的车真是太难打了。然后珊珊就打开后座的门，然后
珊珊后悔了，谁来告诉她为什么大老板坐在后面啊？特助先生，我没得罪你吧？第4章，总裁。珊珊连忙问好。总裁先生正靠在豪华后座上闭目养神，闻言淡淡应了一声，连眼睛都没睁开。方特助回头笑，薛小姐快坐进来吧。哦，好。珊珊小心翼翼地踏进车内，还铺毛茸茸的白色地毯，下雨怎么办啊？不是一踩就脏了吗？幸好她今天换的是新鞋，要是经常穿的那双球鞋，一踩2个大黑脚印。胡思乱想中，车子缓缓开动，双手放膝盖，背脊挺直，双目直视前方。珊珊以小学生标准坐姿，紧紧地贴着窗户坐好。方特助忍俊不禁，怕他不自在，于是看着他手中的礼品盒找话题说：“这是薛小姐准备的礼物吗？”“是啊。”“很有趣。”“是吗？”珊珊受宠若惊，顿时和方特助产生了知己感，身体不自觉地往前倾。我也觉得这些鸭子很可爱，而且还会唱歌，每个鸭子唱的歌都不一样哦。珊珊开始献宝，方特助也配合地赞叹着。珊珊正和方特助相谈甚欢，忽然旁边一直没开口的封总裁冷冷插了一句进来：“封腾给你的薪水很低吗？”珊珊回头，被冷落的封大 boss 正睥睨地看着他。“不低呀，很高。”珊珊后知后觉地发现封 boss 的眼神落在了礼盒上，难道他嫌他的礼物太廉价？拿着礼盒的手不由往后面缩了缩。珊珊鼓起勇气争辩：“总裁，这些虽然看起来只是普通鸭子，实际上这些鸭子会唱歌会游泳，关键这些鸭子是名牌啊，名牌。名牌懂吗？很贵的，比能吃的肉鸭还贵。”“实际上什么？”封大 boss 眼眸微眯，口气不善，脸上明明白白写着敢驳我者死。于是珊珊吞了吞口水，实际上就是普通鸭子等于。车子在珊珊的自我唾弃中快速前行，快到目的地的时候，封腾接了一个电话，挂了电话后吩咐方特助：“一会儿你带他去楼上，风月要见他。”“风月？”薛珊珊想起来，那不就是总裁妹妹吗？难道是封大小姐要见她？那太好了。珊珊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单独参加酒宴，正愁不知道礼该什么时候送出去呢。而且被封腾鄙视后，珊珊对自己的礼物也失去了信心，想着正好趁上去看人家的时候悄悄塞出去，省得大庭广众之下丢脸等于。停了车，封腾和充当司机的高大保镖先走，方特助带着薛珊珊从另一个方向坐电梯上了楼上的套间。风月是个很娇小的美人，正在套房会客室中和几个女人坐着聊天，看见薛珊珊很热情地迎上来，握着珊珊的手：“你就是薛小姐吧？多亏你相救，不然我和宝宝就危险了。”珊珊很不好意思，立刻脸红了，摇头说：“哪里，我也没做什么。”风月笑笑，拉她坐下，亲切地聊了几句，忽然想起什么，问：“薛小姐，饭菜还合口味吧？”珊珊一愣。风月说：“我吩咐厨房做了餐点和大哥的午餐一起送去，难道你没吃到吗？”“吃到了。”珊珊点头，恍然，原来竟然是封大小姐吩咐的呀。就说嘛，总裁大人那副傲慢的样子，怎么可能想到给一个小职员送午餐？哪天要写了，直接一个电话照过去才像他做的事吗？饭菜还合口味吗？
风月又问了一遍。和。珊珊连忙点头，除了猪肝，其他的还真蛮好吃的，真是太麻烦你了。哪里？风月笑着说，我家大哥嘴巴挑剔得很，每天午饭都是家里的大厨做了送去，带给你也是顺便。再说丰腾的员工我最清楚，都跟我大哥似的拼命，午餐还有啃面包解决的。你又刚抽了那么多血，这样怎么行？这下珊珊真的有点感动了，这位大小姐心思真是体贴入微。风月看到珊珊手里拿的礼盒，惊喜地说，这是送给宝宝的礼物吗？是啊。珊珊把盒子递出去，会唱歌会游泳的小鸭子。风月看上去是真的喜欢。我真怕大家都送钱，那样最没意思，一点心思都不肯花。你不知道，开始我问大哥怎么谢你，他居然说写张支票，这不是侮辱人吗？啊！珊珊呆住，心里顿时只有一个想法，大小姐，你为什么不让总裁侮辱我？我宁愿被侮辱啊。第5章，支票和猪肝，多么强烈的对比，多么容易的选择。珊珊狠狠地伤感了一会儿。对了，猪肝，她再也不要吃猪肝了，再吃下去她都能写篇叫猪肝18吃的论文了。珊珊说，那个每天送饭真是太麻烦你们了，以后就不用了吧。风月了然地点头，也好，毕竟你在办公室做事，不好太特殊。这个珊珊倒没想到，不过见他答应，心里大大松了一口气。又聊了几句，卧室里小孩哭起来，酒宴也快开始了，珊珊就趁机告辞出来，被侍者领着去宴会厅。珊珊本来以为会是电视里那种大家拿着酒杯走来走去的酒宴，不过这个看样子还是中式的。来之前，珊珊就想过，鉴于自己已经是负资产了，所以这次酒宴一定要吃够本，储存够以后 N 天的能量。根据这一目标，珊珊制定了2个计划。计划甲，如果酒宴是西式的，那就端着盘子流窜在各个角落。计划乙，如果酒宴是中式的，那一定要选最角落的位置。珊珊游目四顾，选了一个绝对很角落的好位置坐下来，边祈祷这桌最好坐不满，边喜滋滋地等着开席。果然，这桌实在太偏僻了，好多人走过都没在这桌坐下。珊珊那个乐呀，人少才吃得多嘛。可是很快他就乐极生悲了，因为都快开席了，其他桌都坐满了，他这桌还是只有他一个人，等于。珊珊窘掉了。珊珊脸皮再厚，也没厚到一个人坐一桌的地步，站起来打算换个位置，可是一时间哪里找得到空位，而且他一个人都不认识，贸贸然插进去也很奇怪。这时众人都坐下了，珊珊一世而独立，尴尬的想钻地洞，忽然感觉到一股强烈的视线朝他看来，顺着视线看回去，只见大老板正蹙着俊挺的眉毛瞪着他。完蛋了，惨了，大老板肯定觉得他给公司丢脸了。珊珊惨兮兮地看回去，老板，我不是故意的，你一定要明察呀。互相瞪视了一会儿，风腾撇开视线，招来侍者，低声耳语了几句。珊珊看着那个侍者看了他一眼，心知肯定和他有关，小心脏开始砰砰乱跳了，不会要请他出去吧？不过那也不错，正好出去吃牛肉面。饿死了快！侍者果然面带微笑朝他走来，站在他面前做了个请的姿势。薛小姐，风先生请您去他那席入座。不是请他出去，而是叫他去他那里坐。可是他那席正中间最前面
是传说中的主席吧？珊珊再一次囧了。当然，珊珊是没胆子在这么多人面前拒绝封大老板的邀请或者说命令的，视死如归地跟着侍者走到封腾那，在封腾旁边加了个座位坐下。封腾正和一个气质儒雅的老头讲话，什么地皮之类的话题，压根没搭理他。珊珊老老实实的等他和老头讲完，才小心翼翼地开口：“总裁，我坐这里不太好吧？”封总裁口气懒懒的：“有什么不好？这边都是大人物吧？我，暂时还不是大人物来着，等于。”封腾轻轻一审，眼睛盯着他，不想坐过来。刚刚为什么用那种眼神看着我？什么眼神？珊珊愕然。你的眼神跟我说，封腾慢条斯理，我被抛弃了，快来救救我。老板，你看错了吧？我那明明是哀求你别扣工资的眼神啊。可是看封腾一脸肯定，珊珊也开始怀疑自己刚刚是不是发错信号了。虽然她心里确实没这么想，可是也许眼睛就那么说了。不是有句歌词叫俺的眼睛背叛了俺的心吗？等于。不过话说回来，老板，你的眼神破解能力真是太强大了。坐在封腾旁边，当然别指望吃太多东西了，筷子不发抖就不错了。本来珊珊今天打算来个斯文而凶猛的吃相的，不过现在凶猛只能收进包包里带回家了。珊珊努力回忆自己装淑女时代才有的优雅吃相，可是经过大学4年同学们聚餐抢食的训练，优雅真的是上辈子的事情了。好吧，加一筷子菜，微笑。和人视线相对，微笑。侍者端上猪蹄，好吧，对着猪蹄微笑。咦，原来不是猪蹄，不管了，对着某种动物爪子微笑。脸僵掉了。好不容易酒席过半，陆续有人告辞，珊珊也立刻向封腾告辞。封腾说：“你晚点走，和我一起送客人。”珊珊颤巍巍地提醒他：“总裁，我也是客人啊，我也有送礼的。你想先走？”封腾眼睛眯起来，熟悉的压迫感又向珊珊袭来。老板还没走，员工可以走吗？当然不可以。珊珊立刻义正辞严地说：“我留下送客，送客。”第6章，珊珊半饥不饱地跟在封大总裁身边送客。封腾世家出身，从小应付惯这种场面，自然随意优雅挥洒自如，加上他外表又潇洒俊雅，看他一举一动简直可以当艺术欣赏。珊珊和他并肩站一起，感觉到他无比接近的男性气息，小心脏忍不住扑腾了2下，当然很快就被珊珊武力镇压了。总裁大人这么恐怖，你居然还敢乱扑腾，不要命了？珊珊第一次遇见这种大场面，除了几句翻来覆去的客套话，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大部分时间站在封腾身边僵笑，一边心里在喊：哇，这个就是市长啊，果然官商勾结啊，这个老头家就是卖成的呀，东西贼贵，奸商。珊珊就不明白了，总裁到底叫他站在这里干啥？他一个人完全能搞定的呀。趁封腾和一个贵妇模样的人说话，珊珊趁机偷看手机。已经10点多了呀。珊珊小小的郁闷了一下，听到身后有人问：“你在做什么？”看时间啊，12点后打车比较贵。珊珊想也不想的回答，说完才想起这个声音是谁，僵硬的回头：“总裁。”珊珊好想拿块布把自己的脸遮住，怎么说出来了呢？总裁先生真是太奸诈了，居然攻其不备。封腾蹙眉看了他2秒，结束后我让人送你。咦，珊珊惊喜，连忙点头，谢谢总裁。真是因祸得福啊，
起码能省打车费50块。珊珊分外卖力地送客in，等客人差不多全散了，风腾也跟风月夫妇告别，对珊珊说：“走吧。”曲步向外面走去。珊珊快步跟上风腾，心想着可能司机在外面等他，不料到了外面，门口却只停着一辆车。侍者看见风腾，立刻恭敬地打开车门：“风先生。”然后珊珊就看见风腾走到对面，坐进了驾驶室。然后珊珊呆站在车前，他的司机呢？难道总裁大人说的让人送，居然是他自己送？珊珊站在车门口，挣扎地问：“总裁，你说让人送我，司机人呢？”风腾有些不耐：“我不是人吗？”珊珊真想点头啊。大 boss， 你怎么会是人？就算你是人，也是食人族的人。看他站着不动，风腾愈加不耐地说：“上车。”珊珊不敢再挣扎，乖乖上车。这车并不是之前开来的那辆宝马，是另一辆白色的跑车，牌子珊珊不认识。有钱人就是车多呀，珊珊忍不住感慨。连声感谢并报上自己的住址后，珊珊轻轻靠在椅背上休息。也许宴席上喝了点酒，珊珊精神上有些放松，然后打了个哈欠，然后珊珊就睡着了。睡着就算了，糟糕的是她并没有完全睡熟，在跑车行驶过程中居然睁了下眼睛，恰好看到一个熟悉的招牌一晃而过，然后睡意朦胧，脑袋朦胧，完全忘记谁在旁边的珊珊喊：“在这里停车，我要去吃牛肉面。”等珊珊想起自己坐的不是出租车，旁边的司机是风总裁的时候，车内只剩下余音袅袅了。居然在宴席的主人面前说自己没吃饱，这个主人还是自家大老板。珊珊欲哭无泪：“总裁，我是大卫，我每天都要吃夜宵的，我刚刚宴席上真的吃得很饱，真的就是消化掉了。”风腾看着他无语了数秒，然后倒车开回去，在一家黄色招牌的小店门口停下。“这家？”“是的，是的。”珊珊连连点头，只想快点离总裁大人远远的。“总裁，那我下去了。”“再见，谢谢你送我回来，待会我吃完就自己打车回去好了。总裁您不用送我了。”停顿都没有的一口气说完，下车关车门，流畅的完成，然后一抬头，风 boss 站对面。珊珊囧了：“总裁，他下车干什么？牛肉面是吗？总裁，你不会也要吃这个吧？”“不可以。”风腾从石化的珊珊身边走过：“我也消化掉了。”“难道我消化能力还不如你？”看到大 boss 的眼神又杀过来，珊珊立刻说：“没有没有，总裁您的消化能力世界第一。”风腾呛了一下。进了店，风腾要坐下，珊珊连忙拦住他：“等等等等，我擦擦椅子。”拿出纸巾把凳子上的油腻擦掉。总裁身上的可是高级定制啊！风腾坐下，刚刚抬起手，珊珊又喊：“等等等等，我擦擦桌子。”再拿张纸巾擦擦。风腾：“好了，总裁您坐吧。”珊珊擦汗，自己这边随便擦擦就坐下了。面店老板娘上来招呼他们，珊珊点了个小碗拉面。珊珊经常来这吃面，老板娘都认识了，搭话说：“今天只要个小碗啊。”珊珊尴尬的点头，在大 boss 的气场下，她肯定食欲不振，点大碗也是浪费了。面条做起来简单，2碗牛肉面很快就一起送上来。珊珊拆开筷子就要下筷，却见风腾皱眉看着面碗：“看吧看吧，吃不下了吧？叫你别进来吃。”珊珊一边腹诽一边佯装关切地问：“
总裁怎么了？封腾抬头淡淡的说，换一碗吧，我不吃香菜。那你刚刚干嘛不跟老板说？珊珊条件反射地阻止他，那这碗就不要了，多浪费呀，挑出来就好了呀。封腾扬眉，你挑。珊珊无言半晌，下定决心似的点头，我挑。他挑就他挑，天大地大，老板最大，他都流血牺牲过了，挑个小小的香菜算什么？拆了一双新筷子，珊珊低头小心仔细地把所有香菜一根不剩地挑出来，然后把面碗推回封腾面前。总裁，可以了。珊珊一抬头，正好对上大 boss 锐利的眼神，珊珊的小心肝猛地颤抖了一下，这是什么眼神啊？为啥她觉得好恐怖？封大 boss 瞄了一眼面碗，点头说，不错。珊珊又颤了一下，明明是表扬来着，为什么她觉得更恐怖了？有一种要倒霉的直觉呀。珊珊战战兢兢地吃完面，吃完也不敢跟封腾抢付账，看着大 boss 付钱，然后大 boss 把他送到他家楼下。咦，什么恐怖的事情都没发生嘛，看来刚刚只是错觉。跟大老板挥手告别，珊珊跑上楼，从2楼楼梯口的窗户向外望，封腾的白色跑车在黑夜中分外显眼，很快车拐了个弯，就再也看不到了。珊珊忽然有些沮丧和失落，今天还有之前的1个月，对她这种小职员来说真的很像一个传奇啊，以后应该再也不会和大 boss 有任何交集了吧。不过珊珊握拳，很快又振奋起来，加油吧，薛珊珊，明天就是没有猪肝饭的新的一天了。第7章，星期一，薛珊珊朝气蓬勃地来到丰腾，一上午面带笑容，心情无比 happy。同事打趣说，珊珊气色不错嘛，是不是有什么好事要发生呀？如果说为了不用吃猪肝才这么高兴，会不会太没内涵了？珊珊托下巴沉思了一会儿，说了一句很有内涵的话，是，好事总是要发生的，是猪肝总是会吃完的。Happy 到中午，珊珊收拾桌子，打算跟同事们去员工餐厅用餐。啊，排骨套餐，我是多么想念你。收拾好，刚刚从座位上站起来，手边的电话响了，珊珊顺手一接，居然是22楼的阿妹。珊珊很紧张地问，阿妹，你不会又要送午餐下来吧？阿妹说，今天不送了。珊珊放下心，乐滋滋地说，那就好，阿妹，我去吃饭了。你什么时候有空，我请你吃饭。阿妹下来送饭的次数最多，珊珊也和她混熟了。好啊，这个星期天我们去逛街吧，我正好要买衣服。说到吃饭逛街，阿妹兴致勃勃，然后很顺便地说了一句，珊珊，总裁是没叫我送饭下去，不过他叫你上来拿。晴天霹雳，珊珊仿佛被雷劈中，焦化状态中，半晌，珊珊犹抱侥幸地问，拿什么？午饭啊。阿妹，你没听错吧？没有。阿妹很肯定地回答。珊珊深呼吸一口，不行，勇气不够，再深呼吸一口。珊珊英勇地说，阿妹，能不能麻烦你把电话转给总裁？好，你等一等，我问问。一会儿，阿妹说，我转过去了。电话切换成了全公司统一的待接听音乐，珊珊握紧话筒。虽然说已经和大老板有过2次接触，可是在公司还是第一次啊，还是蛮紧张的。过了1分多钟，电话那边才接起，封腾低沉的声音，喂，总裁，我是薛珊珊。什么事？
珊珊听到那边依稀有纸张翻动的声音，猜想他正在办公，连忙长话短说：“总裁，是关于午餐的事情。那天风小姐说。”关于午餐的事情。风腾打断他：“薛小姐，我想我请秘书并不是为你送饭的。”太对了，太对了。珊珊激动：“总裁您终于想到这点了呀，所以以后再也不要给我送了呀。所以从今天开始，你自己上来拿。”不待他回答，总裁大人就很有魄力地将电话挂断了。电话这头，楼下财务部，薛珊珊拿着话筒 cos 雕像。同事催促他：“薛珊珊，你不是说跟我们一起去吃饭，还走不走？你们先去吧。”珊珊放下电话，回头对同事们飘忽地笑笑：“你不去了？那你去哪里吃？”22楼。珊珊木木地飘出了财务部，剩下同事们面面相觑。同事之一半羡半急地说：“怪不得今天上午这么高兴，原来是扶正了。”走进电梯，按下22楼的按钮，珊珊安慰自己：“算了算了，反正是去阿妹那拿个饭而已，大小姐肯定忘记跟他们家厨房说了，想办法再提醒一下她就好。不过怎么联系她呀？难道通过总裁？”到了22楼，走出电梯，珊珊眼前一亮，不愧是大 boss 的地盘啊，装修都和下面不一样，多么的，如此的。珊珊一时找不到词来形容，总之就是很民脂民膏的样子。不过，阿妹在哪里呢？正当珊珊举目四望找阿妹的时候，方特助含笑迎上来：“薛小姐，总裁说让你直接去他的办公室。”不是找阿妹吗？阿妹大概去餐厅吃饭了。薛小姐快进去吧，别让总裁久等。不会吧？珊珊哭丧着脸。总裁大人日理万机，怎么还管发饭盒呀？看着他的表情，方特助有些忍俊不禁，带着开心的表情下楼用餐了。珊珊找到总裁室，踌躇了一会儿，抬手敲门：“进来。”推开沉重的木门，珊珊习惯性的先探头往里看看。总裁大人的巢穴比珊珊想象中的更加宽敞，明亮大气，气质凝重而简约。大 boss 远远地在办公室那端，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正低头看卷宗。工作中的风腾别有一种上位者的严峻，光线通过他身后的落地窗透过来，烘托般照在他年轻的身躯上，珊珊不由自主地被震慑住。风腾眼睛仍旧看着卷宗，站在那做什么？过来。哦，珊珊被惊醒，发现刚刚自己竟然被 boss 大人的美色所迷惑了，不由冷汗了一下。果然越危险的生物外表就越那啥呀，总裁大人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转身关上门，珊珊走到风腾的办公桌边，风腾翻阅着卷宗，稍等一会儿。珊珊点头，不敢打扰他，拘谨地站在一旁等他看完。片刻后，风腾在页末签上自己的名字，合上卷宗，抬头看了薛珊珊一眼。风腾抬抬下巴，示意他看向右边会客区的桌子。午饭在那里。珊珊一眼看过去，下巴差点掉下来了。天啊，这个风小姐怎么越来越夸张了？以前送饭用的还只是普通的一次性饭盒，今天居然用的是木质的3层圆筒饭盒，居然还是2个。风小姐当她饭桶吗？珊珊被震惊了，喃喃地说：“2个是总裁，我吃不了那么多的。”风腾咳了一下，其中1个是我的。珊珊更惊了，居然和总裁 boss 同一个级别的待遇，难道总裁的饭桶里面装的也是猪肝吗？
珊珊讪讪地说：“总裁，我不能再吃了。上次风小姐说不会再给我送饭了，她可能忘记跟你家厨师讲了。而且我上次抽的血已经补回来了，你看我脸色多红润啊，都快红成猪肝色了。”风腾看了他一眼，眼睛中闪过一丝笑，立刻又冷下脸来，一副淡漠的样子。他要做的事我不管，你自己跟他说。那总裁，你能不能把风小姐的联系方式给我？她昨天飞欧洲了。风腾悠悠地说，大概1个月后回来。珊珊傻眼，难道还要吃1个月？薛小姐不必客气。风腾淡淡地说，我没客气，珊珊都想垂泪了。风腾研究似的看着他，薛小姐是不是不好意思白吃白喝？是啊，是啊，总裁明鉴，实在太不好意思了。珊珊连连点头。这样，风腾沉吟，珊珊紧张地看着他，差点说总裁大人开恩了。那这样吧。风腾沉吟片刻，有了决定，俊眉舒展，你就做点事抵餐费吧。做什么？把饭盒拿过来。风腾命令。珊珊把2个饭盒都拎过来。这个打开。珊珊把其中一个打开。风腾扫了一眼菜色说，你把这个菜里面的胡萝卜丝挑出来，还有这个菜的青椒也挑出来。看着薛珊珊傻不愣登的表情，风腾心情很愉快地补充，仔细一点，就像那天挑香菜一样。第8章，薛珊珊成了一名光荣的挑菜工。虽然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但是她还没有过试用期。不过珊珊决定了，等试用期一过，成为正式员工，她一定要好好表现一下她的气节。至于现在嘛，还是先把豆子挑出来吧。依旧是22楼的总裁办公室，薛珊珊坐在会客区的沙发上，专心地挑黄豆。风腾和几位高级主管在总裁室附带的小会议室开会还没出来。距离第一次出现在这里已经过了快1个月了。珊珊开始还寄希望于风大小姐回来拯救她，可是前天却被总裁大人告知风小姐又去加拿大了。真是的，才生完孩子就到处乱跑，总裁家的人果然个个神奇。比如说总裁大人吧，他的挑食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了，而且恐怖的是，还会随着时间和烹饪方式的变化而变化。今天吃的明天未必吃，煮着吃的炒着未必吃。正当珊珊暗自嘀咕的时候，会议室的门开了，风腾在一群主管的簇拥下走出来。珊珊虽然不认识这群人，但是知道这些肯定是公司的大头目，自己坐着总是不礼貌的，于是放下手里的勺子，站起来礼貌地朝他们微笑了一下。那群主管立刻说，薛小姐请坐请坐，不敢不敢。囧，他们怎么知道他姓薛？完蛋了，肯定他没骨气做总裁挑菜工的事情被全公司的人都知道了。珊珊想到这里，心里那个凉啊，以后他在风腾怎么混啊？风腾本来正侧身和别人说话，听到这边的动静，转身说，弄好了。没有。珊珊赶紧坐下来捡黄豆。以后的事情以后再想吧，现在先伺候好总裁大人才是真的。挑菜工就挑菜工，好歹是御用的。珊珊用小勺子把黄豆挖出来放自己饭盒里。总裁大人说过，食物不能浪费，所以总裁大人不吃的东西，珊珊必须吃掉。现在这些黄豆当然也要进他的肚子。他做得顺手，浑然不知道那些主管们看着是多么的震惊。早知道这位薛小姐平步青云，不知道为什么获得了总裁的青睐，
总裁连中午那点点休息时间都要和他在一起，完全不避讳人言。现在看来，薛小姐和总裁的关系果然非比寻常。她居然把自己爱吃的菜从总裁那里挖过来放自己碗里。主管们带着一脸若有所思走了。风腾把手中的资料扔在办公桌上，走到珊珊对面坐下。珊珊站起来，很恭敬地把饭盒放到他面前。总裁，弄好了。坐。哦。珊珊已经和总裁大人共进午餐1个月了，当然这也是大 boss 的命令。珊珊的理解是，大 boss 吃完要人收拾碗筷。珊珊拿起筷子慢慢开始吃。说起来，珊珊吃饭本来很快的，呼啦呼啦的，非常有效率。结果总裁大人见了非常不满，要求他跟他要差不多同时吃完。不得不说，总裁大人的好胜心真是太强了，比他吃得快都要嫉妒。所以珊珊没办法，只能吃一口，看一下总裁大人的进度。看得多了，风腾放下筷子，你看上哪个菜了？要吃自己家。珊珊嘴里有东西说不出话来，珊珊连忙摇手。风腾了然的点头，你的意思是你不加？点头点头，总裁英明，要我给你加？珊珊好不容易咽下东西，正要说话，闻言立刻呛到了，一边咳一边用眼神控诉风腾：总裁大人，你吃饭的时候不要讲笑话好不好？而且还这么冷。风腾见他咳得眼泪都出来了，优雅地倾过身，轻轻拍打他的背，帮他顺气。珊珊被他醇厚的男性气息笼罩，忽然一阵心跳加快，连忙往旁边闪闪。总裁大人的气场果然太恐怖了，离近点心脏都强烈抗议。风腾收回手，看着他略略发红的脸，忽然微微一笑，难得温柔地说：想吃什么慢慢说，不要这么着急。珊珊咳得更厉害了，好不容易顺了气，连忙为自己的清白辩护：总裁，我绝对不敢觊觎你碗里的菜的，我有黄豆就够了。觊觎也没关系。风大总裁很大方地说：今天牛肉很不错。风腾状似不经意地加了一句：明白了。看来今天的牛肉不对他胃口。珊珊摸摸自己的小肚子，一咬牙，既然这么好吃，总裁你也让我尝几块吧。拿起干净的勺子，珊珊大无畏地向总裁大人的饭盒挖去。风腾微笑说：不用客气，你爱吃全拿走吧。勺子停在半空中，珊珊抬头看向风腾，差点含泪了。总裁，撑死算工伤吗？总算大总裁良心发现，没真把牛肉全塞给他，珊珊只吃了几块。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总有一种怪怪的感觉。吃完饭，风腾去洗手间清洗，珊珊在怪怪感觉的驱使下，迅速地收拾完，正要溜掉，风腾走出来说：明天你不用来了。珊珊一惊，站住脚步，就这么解放了？完全没有经过一番艰苦的斗争什么的。珊珊那个失落呀，好歹让她有骨气的拒绝一回再说嘛，不然怎么表现她的气节呢？不过这样也好，就不用虐待她可怜的胃了。这么想着，珊珊又高兴了点，脸上不自觉地漾出笑容。可惜笑容才出来，就听风腾补充说：半个月后再来。啊！风腾唇角微不可见的略略扬起，有问题？没有，就知道没那么好的事情。总裁大人，你别老讲半句，再来个转折好不好？珊珊闷闷的打着饱嗝，走出了风腾的办公室。吃饭时产生的怪异感觉困扰了珊珊一下午，
做事都有点魂不守舍，可是哪里不对又说不上来。去茶水间泡茶的时候，珊珊忽然灵光一闪，不由僵住，喃喃自语地说：“我想起来了，剩菜，口水。”啊，他做挑菜工作太顺手了，竟然完全没有意识到那些牛肉是总裁大人吃过的，上面不会沾了总裁大人的口水吧？什么口水？总裁大人的？咦？珊珊猛地回头，看见同事阿佳带着兴奋的神情站在他身后。珊珊警觉地住口，呵呵笑一下就要跑掉。做挑菜工已经够没尊严了，他才不要让别人知道他已经沦落到吃剩菜了。然而平时精明最懂进退的同事已经被总裁密使冲昏头脑，一把拉住他：“珊珊，你这个样子，难道今天才第一次口水？”“是啊，以前绝对没吃剩菜过。”“啊，不对，不是，从来没有吃过。”珊珊慌慌张张地端着杯子跑出茶水间，这么明显的欲盖弥彰，怎么可能瞒过精明的同事？阿佳一脸不可思议地站在原地感慨：“总裁好纯情，今天才到 kiss 这一步。”然后阿佳就端着还没冲水的空茶杯，一脸梦游地走出了茶水间。吃剩菜的噩梦困扰了珊珊一整天。第二天，珊珊从阿妹那知道总裁大人是带着 Linda 和方特助去欧洲分公司了，才彻底振奋起来。大魔王出国了，呜哈哈哈！珊珊于是过得很愉快，没料到过了几天，又有更好的事情发生。财务总监，也就是科长老头的上级，珊珊上级的上级，那天珊珊在丰腾办公室里遇见的主管之一，在财务部例行晨会上宣布，薛珊珊和另外2位新进员工工作表现实在太优秀了，提前结束试用期，正式转正。人事那边也相当配合，在人事主管主动热情又不好推辞的陪同下，速度奇快地办好了一切手续。珊珊那个开心啊，正是员工了，以后就能拒绝总裁大人一切不合理要求，而他也不能无缘无故地解雇他了。人逢喜事精神爽啊爽，珊珊见谁都笑脸。唯一不爽的就是珊珊发现员工餐厅的伙食水平下降了，想念已久的排骨套餐怎么吃怎么不对味。唉，食堂大师傅肯定被表扬太多骄傲了。第9章，自从转正后，珊珊就有些迫不及待，每天扳着手指头数着日子，等待大 boss 回来。具体表现为：每天上班走进丰腾大厦前，用充满斗志的眼神仰望22楼，下班走出去的时候，再用壮志未酬的眼神仰望一遍，最后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于是整个丰腾大厦都知道了，在总裁不在的日子里，财务部的薛珊珊总是无比缠绵地看着总裁办公室，显然已经相思成灾了。这天中午，珊珊吃了午饭，趴在办公桌上睡觉。睡了一会儿，电话响起来，珊珊懒洋洋地接起电话，阿妹的声音传来：“珊珊，有空吧？上来一趟吧。”“上去。”珊珊坐直了，难道大 boss 回来了？神情肃穆地说了一声好，挂了电话。珊珊深深呼吸，镇定镇定。薛珊珊，你一定会胜利的，因为胜利女神永远都会站在正义的一方，绝对不会因为大 boss 比较帅、比较有钱就倒戈。珊珊瞬间从睡眠状态进入了战斗状态，燃烧着最旺盛的斗志，烧到22楼。阿妹看到她来了，挥手叫她珊珊过来。珊珊朝她摆了摆手，表示一会儿再说，踏着坚定的脚步走到总裁大人门前，严肃地敲门，一边敲一边默念台词。
这个时候绝对不能和阿妹聊天，一聊就斗志涣散了。这是无数武侠小说阐述的真理。敲啊敲，敲啊敲，敲敲敲，换个频率继续敲。没人答应他。珊珊傻了，回头，阿妹和另外几个秘书早就捂着嘴笑得不行了。阿妹一边笑一边喘气说：“珊珊，总裁还没回来呢。”那叫我上来。不是总裁就不能叫你吗？我上个星期回家了一趟，给你带了些家乡特产啦。阿妹憋着笑拿了个袋子给他。谢谢谢谢。在众人饱含笑意的眼神中，珊珊流着汗，带着特产灰溜溜地下楼了。第一回合，薛珊珊完败，连大 boss 的衣角都没摸着。阿妹下午心情都很好，恰好有公事打电话请示封腾。说完公事，阿妹不经思考地说：“总裁，薛小姐很想你呢。”说完心里就咯噔了一下，觉得自己莽撞了。封腾不是那种平易近人型的上司，并不好接近，属下对他向来是恭恭敬敬，不敢轻言工作以外的事情。可是今天被珊珊闹了一下，阿妹心态特别放松，不知怎么就出了口。封腾显然没料到他会说这个，片刻才很随意地回：“哦。”阿妹心下揣摩大老板这个“哦”字，觉得应该是很有兴趣，让他继续说下去的意思，暗暗松了口气，连忙把今天薛珊珊做的事情原原本本全说了。于是晚上薛珊珊蹲在电脑前玩游戏的时候，接到了一个奇怪的电话：“我2个小时后的飞机，明天中午到。”然后不等薛珊珊回话，对方就冷静地把电话挂了。握着手机过了好久，珊珊才意识到刚刚居然是 boss 大人的声音。太嚣张了，太嚣张了！珊珊愤愤地把手机扔 C 皇上，总裁大人居然还没回来就单方面宣战，而且打国际长途。钱啊钱！珊珊伤感了一下手机费，回头看电脑，差点吐血。刚刚明明已经把 boss 打得只剩一层血皮了呀，现在倒在血泊中的居然是他。怪物 boss 耀武扬威的在他的尸体旁走来走去。果然 boss 都是一家的，居然声东击西，调虎离山。旧恨又添新仇。明天回来是吧？珊珊红着眼睛瞪着电脑，握拳印。第二天，珊珊一上班就接到阿妹的密报，总裁大人的飞机12点到 S 市，大约1点回到公司。于是珊珊不等封腾召唤，吃完饭就斗志昂扬地奔上22楼，在22楼守株待 boss。等啊等啊，珊珊在阿妹的位置上睡着了。12点3刻，封腾带着 Linda 和方特助出现在22楼，秘书们都站起来欢迎。阿妹推了一下珊珊，没反应，再用力推一下，珊珊半睡半醒地抬起头。半睡半醒间，眼前的所有都是模糊的，只有几个隐隐绰绰的人影。过了一会儿，逐渐清晰，清晰。珊珊望进了一双眼睛，以薛珊珊的功力还看不透这双眼睛后面的思绪。眼睛的主人看到她，诧异的扬眉，眼中稍稍添了丝笑意，意料外又意料中的神情。阿妹说：“总裁，薛小姐吃完饭就来了呢。”封腾嗯了一声，举步向总裁室走去：“进来吧。”珊珊还傻傻坐在阿妹位置上。Linda 说：“薛小姐，总裁叫你进去呢。”啊，总裁 ，boss 大人。珊珊全醒了。珊珊连忙从阿妹的位置上起来，快步跟上封腾，走进总裁室。封腾把手中的公文包什么的都扔沙发上，吩咐说：“把门关上。”哦，珊珊关上门。对大 boss 的命令，
珊珊有时候已经行动快于思维了。关上门转回身，珊珊愣住。总裁大人居然在脱衣服。好吧，虽然只是脱个西装，里面的衬衫还是穿得好好的，可是这个脱衣服的动作怎么这么好看呢？怪不得有人买票看脱衣舞，而且大 boss 身材真不错。珊珊看得目不转睛。风腾脱下西装，看他傻站在那，随手就把西装扔给他，帮我挂起来。然后他就走进洗手间清洗，留下珊珊在原地捧着衣服实话。大 boss 就是大 boss， 使唤人的事情做起来永远这么自然，再这么下去，他绝对会变成总裁大人的全能丫鬟。珊珊握拳，决定了，反抗，从不挂西装做起。风腾擦了擦脸出来，就见薛珊珊仍然捧着西装站在原地。风腾皱眉，找不到挂衣服的地方。不是。珊珊鼓起勇气说，总裁，我不会帮你挂的。为什么？风腾表情一沉，漫步走向他。珊珊只觉得周身都被高压笼罩，压力越来越强。因为珊珊咬牙，双手伸出把衣服缝上，豁出去了。因为现在天气冷了，总裁你还是穿上吧，不然会感冒的。薛珊珊，你没救了。珊珊沮丧地瞪着手里的西装。算了，挂衣服这是小事，今天主要是为了午饭的事情来的，这个绝对不能妥协。风腾微微一笑，原来你是关心我，刚刚我还以为……他这一笑，笑得珊珊毛骨悚然，忙否认说，没有，我当然是关心总裁您。为什么？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关心他？珊珊绞尽脑汁，结结巴巴地说，因为总裁的健康就是员工的幸福，我的健康就是你的幸福，这话不错。风腾满意的点头，好了，我健康得很，你还是先把衣服挂起来吧。总裁大人的话好像哪里怪怪的。珊珊边去挂衣服边疑惑。挂好衣服回来，也没想出哪里不对。珊珊把这个问题甩在脑后，期期艾艾地开口，总裁。不对，怎么是这种语气，又不是来求人的。珊珊咳了一下，重新说，总裁。风腾走向办公桌后，怎么了？那个午饭。珊珊正要一鼓作气，死而后已，风腾却打断他说，对了，去把沙发上那2个纸袋拿过来。又叫他做事。好吧，就帮他做着最后一件事好了。珊珊把那2个漂亮的纸袋子拿过来递给他，风腾却不接，打开电脑输入密码，看上去很随意地说，给你的，拿去吧。给你的。这3个字不亚于9天惊雷，彻底把珊珊镇住了，以致好几分钟都没反应。刚刚扫了一眼，袋子里面似乎是护肤品吧，大 boss 居然买护肤品给他。好可怕。几乎是生存的本能告诉薛珊珊，这东西绝对不能要，要了以后就没活路了。于是珊珊张口，总裁，我不。字刚出口，大 boss 的眼神就砍过来了，不要的要字硬生生在嘴边刹车，珊珊差点憋内伤了。不什么？又威胁他。老师这招也不怕没创意。珊珊十分鄙视总裁大人。不能不要。偏偏每次都被同一招威胁了，珊珊更鄙视自己。看他低着头，一点收到礼物的喜悦都没有，风腾眼中也闪过一丝不悦。好了，你出去吧。风腾表情冷下来，挥手叫他出去。珊珊走到门口，风腾又说，明天中午记得上来。
珊珊这才想起午饭的事情还没解决呢，步骤全被大 boss 的礼物打乱了。走出总裁办公室，珊珊决定了，这钱一定要还大 boss， 但是大 boss 肯定是不会收的，所以珊珊十分智慧地想了个好主意，以后加班不打加班卡，不拿加班费，这总可以了吧。Linda 看见珊珊提着纸袋子出来，笑着说，薛小姐，果然是送给你的呢。她不无邀功地说，这个牌子是我向总裁推荐的，上次你不是说你冬天皮肤很干，甚至会起皮吗？用这个最有效果了。事实上，连给薛珊珊带礼物也是他提议的，只是这话自然不能和薛珊珊说。回国前，他装作无意地问总裁是否要给薛小姐带份礼物，封腾却似乎对他的提议有点意外，片刻后才点头让他办理此事，估计之前根本就没想过帮薛珊珊带礼物吧。这么说来，这位薛小姐的地位似乎并不是很牢靠呢。但是不管如何，眼前总是要拉拢的。珊珊经Linda这么一说，才想起来，有一次她到楼上来，的确向Linda和阿妹这些时尚人士讨教过这个问题。没想到，Linda， 珊珊想起什么，紧张地问：“这些护肤品要多少钱啊？” Linda 心中皱眉，觉得她实在小家子气。男人送东西收着就是了，问价钱多么俗气，不过还是笑着说了个数字。听到价格，珊珊只有一个念头，让风把它吹走吧，吹走吧，竟然这么贵，她要加多久的班啊？珊珊万念俱灰了，喃喃地说 ：“Linda， 你就不能推荐个便宜点的吗？”然后在所有人诧异不解的眼神下，珊珊游魂状地飘下了楼。第10章，游魂般的过了一下午，晚上，珊珊又坐在 C 床上，看着那些护肤品发呆。boss 大人不愧是大资本家，大棒加金元的手段运用得如此熟练。唉，珊珊拆开漂亮的盒子，打算试试，毕竟这是她以后年的加班费换来的。总不能放着过期吧。可是把那些瓶瓶罐罐拿出来一看，珊珊无语了。这些瓶子上写的是什么呀？虽然每个字母都认识，但是合在一起就不认识，好像是法文。珊珊满脸黑线，把盒子扔一边。珊珊躺在 C 床上看了会天花板，然后又起来，找出纸笔，把瓶子上的字母一样画葫芦的抄下来。打算明天问问办公室里的同事。隔天上班，珊珊问了2个对这方面比较有研究的同事，结果他们也不晓得。珊珊想了想，看来只好问 Linda 了，既然是她推荐的牌子，她应该懂吧。很快又到了吃饭的时间，珊珊十分忧郁地上楼。忧郁是因为珊珊心里很矛盾。俗话说，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软，他吃了也拿了，却要拒绝帮人家做事，好像很小人，很忘恩负义。可是如果不拒绝的话，将来还得继续吃，说不定还要继续拿，循环往复，他岂不是要从挑菜工变成包身工了？包身工，珊珊一个机灵，遍体生寒，不行不行，这样就永远没有出头的日子了。宁可做小人，也不能做包身工。前者是人格问题，后者可是人生问题。珊珊又一次下定了决心。可是一进办公室，珊珊就发现总裁大人现在的心情绝对称不上愉快。也对哦，饿着肚子的 boss 都是心情不好甚至凶猛的，捋虎须的话还是等喂饱 boss 再说好了。珊珊自觉地坐下开始挑菜，挑完后又很恭敬地请 boss 大人过来吃饭，然后边吃饭边偷偷观察。果然 boss 大人的表情越来越和缓了。于是吃完，珊珊终于英勇地开口了：“总裁，
挑菜这个工作我以后可以不做吗？看见封腾的俊眉隆起，珊珊连忙找出替死鬼，可以让方特助做。方特助，我对不起你。啊，不对，让阿妹做。珊珊忽然想到了两全其美的办法。这可不是她陷害朋友，是阿妹自己说的。上次逛街，阿妹说这种事情她求都求不来，还说她要不想做就让给她。阿妹学历高，能力强，又细心又温柔，而且近水楼台随叫随到。珊珊卖菜似的细数阿妹的优点。封腾眯起眼，帮我挑菜，你当成工作？不然当成什么？珊珊很想这样反问，可惜她的勇气已经用尽了，没胆开口。总裁大人现在的表情居然比刚刚饿着肚子的时候还可怕。既然不想做这个工作，那就别当成工作做。啊，那到底是做还是不做？总裁大人的话怎么这么深奥，就不能给个爽快点的答案吗？珊珊快被他绕晕了。你说阿妹学历高，能力强。咦，有转机。珊珊欣喜的大力推荐，阿妹是硕士，所以让她做这个太浪费人才。封腾冷哼说，你做正好，不答应就不答应。总裁大人，你干嘛人身攻击？珊珊郁闷，看他一副敢怒不敢言的样子，封腾心情恢复了些，换了个话题说，昨天给你的东西能用吗？我还没用。封腾脸上又晴转多云。珊珊赶紧解释说，不是不用，是上面的标签我看不懂，不过我已经抄下来了，等会问下 Linda 好了。封腾训斥说，这种事情也去问别人，你不觉得丢人？我都觉得丢人。看不懂法文很丢人吗？珊珊觉得自己简直太无辜了。她只是个小财务，拜托总裁大人别以超人的标准来要求她好不好？再说了，就算丢人也是他丢，关总裁大人什么事？拿来。封腾一脸恨铁不成钢的不耐。什么？珊珊茫然。你不是抄下来了吗？抄哪里了？哦。虽然不知道他要做什么，珊珊还是顺从的从裤兜里拿出纸。封腾看了一眼，然后放在桌上，过来。干嘛？珊珊凑过头。听好了。封腾指着某个词条开始翻译，这个是。他一条一条的翻译下去，珊珊呆住，总裁大人居然亲自给他解释这个。他还没听完，封腾已经全部说完，问，记住了吗？珊珊刚刚光顾着惊讶了，根本没仔细听。封腾用一种看猪的眼神看着薛珊珊，珊珊羞愧地低下头。你到底是怎么被招进来的？封腾摇头叹气。算了。他拿起笔，在每个词条后面写上中文。他拿笔的姿势非常有魄力，天生一种掌握全局的气势，字迹也非常有力道。珊珊的视线不知不觉地从纸上转移到封腾身上，渐渐地望着他，有点出神。为什么竟然觉得总裁大人现在低头写字的样子很温柔？明明他一副不耐烦的样子。错觉，肯定是错觉。封腾写完抬头，就看到薛珊珊看着自己一副神不守舍的样子，心情蓦地大好，把纸给他。拿好。哦。珊珊收好。封腾微微一笑，明天记得准时过来。珊珊被总裁大人突如其来的微笑晃了神，晕乎乎的点头。哦。封腾满意了，你回去吧。珊珊晕乎乎的出去了。直到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珊珊才回神过来。哎呀，总裁大人太不厚道了，
大棒加金元还不够，居然还用上了美男计，更糟糕的是，他居然中计了。经过这2次交锋，珊珊明白了，总裁大人不可力敌，只可智取。直截了当地说是不行的，要想个委婉曲折的法子。又过了几天，恰逢 CPA 成绩出来，办公室里有人参加了考试，天天说这个，珊珊灵光一闪，有了主意。这天和风腾吃完饭后，珊珊严肃地说，总裁，为了提高专业水平，更好地为公司服务，我打算考 CPA， 所以中午要好好复习。所以珊珊停住，期盼地看着风腾，就盼他自己领悟，然后知趣地说，明天你就不用来了，好好看书吧。总裁大人肯定不知道 CPA 明年9月才考试吧。风腾果然一脸领悟，会意地说，你的办公室太吵。你中午可以在这里看书。珊珊蔫了，虽然这次又失败了，但是珊珊是个坚强的孩子，已经从战斗中找到了乐趣，做好了持久战的心理准备，所以也没受多大打击。至于风腾说的什么在他那里看书，珊珊压根没放心上。所以第2天在总裁办公室，珊珊对着桌子上那一具堆书，表情不可不谓精彩绝伦。这些是什么？ CPA 的教材。总裁大人悠悠地回答。珊珊总算明白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你不是要在这里看书吗？我估计你会忘记带书，所以叫 Linda 准备了一些。风腾说着走到他身边，翻了一下，皱眉，怎么就这么几本？珊珊两眼一黑，忍无可忍地说，这些还不够多吗？ CPA 本来就有5门，光教材就很多了，可是这堆书不仅包括教材，还包括参考书和各种各样的试卷，他居然还嫌少。风腾不置可否地抽出一份试卷翻看，这些试卷不算书。风腾翻了一会儿说，你开始看书吧，以后每半个月考试一次。考试？不会吧？总裁大人还要兼职班主任吗？可是我要上班。那星期六过来。星期六不是休假不用上班的吗？我叫你来上班了吗？风腾心情愉快地微笑，让你来考试，提高个人专业水平，更好地为公司服务。珊珊垂死挣扎，那我考1门，2门就好，5门一起考不可能过的啦。CPA 考试可是出了名的变态呀，离考试还有1年，时间还很长。原来他居然知道什么时候考，太奸诈了。而且风腾笃定地说，我有办法让你过。咦，难道总裁大人有什么门路？珊珊两眼放光，虽然他不会真去作弊，但是心里歪歪一下也爽啊。只要一句话，果然，总裁大人的样子十分有把握哦。珊珊激动，考不及格扣工资。下午上班前5分钟，珊珊一脸菜色的被大 boss 从办公室里放出来，捧着厚厚的几本书，两眼昏黑的下楼。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经此一役，珊珊彻底竭了，同时也悟到了一个真理：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 boss 斗，其傻无比。第11章，小职工薛珊珊最近多了一个爱好，睡觉前打2小时网游。号是新开的，练的是血牛，名字叫做打完 BOSS 好睡觉。虽然有时会被无聊的人追问为什么不是打完 KISS 好睡觉，但是珊珊还是玩得很 happy， 每天打完 BOSS 后，总能一扫白天的郁闷，
心情很愉快地入眠。因为睡得香，再加上每天在总裁办公室大吃大喝，珊珊迅速地长了几斤肉。于是珊珊很惊喜，这些肉可都是吃总裁家的饭长出来的，不要花钱，完全是白长的，怎能不让人惊喜振奋呢？反正珊珊很有赚到了的感觉。又一天晚上，珊珊打完 BOSS， 走进卫生间刷牙洗脸，准备睡觉。对着卫生间的镜子，珊珊捏捏自己脸上的肉。肉没白长，软绵绵的，手感比以前好多了。这其中当然也有总裁大人带回来的护肤品的功劳，不然往年这个时候脸上早干得起皮了。掐完左边，再掐掐右边，珊珊忽然苦闷起来，自言自语地说：其实我长得还过得去吧，怎么都没人搭理呢？和她同期进公司的女同事们已经个个有人追了，风腾那么多单身的青年才俊，怎么就没一个看上她呢？珊珊的自尊心小小的受到了伤害。要是有人追她，珊珊刚刚开始幻想这种可能，脑子里就飘过了总裁大人阴沉笑着的脸，珊珊顿时打了个寒噤，所有的起司都被吓跑了。怎么会想到总裁大人？好可怕！还是睡觉吧。珊珊连忙爬上 C 床，把头蒙在被子里。结果睡觉也不安稳，阴魂不散的总裁大人居然跑到她梦里。梦境是很美丽的，一望无际的绿色草地，珊珊愉快地蹲着在地上吃草。对，吃草，因为她现在是一只大白兔。吃着吃着，视线里忽然出现了一双黑色皮鞋，兔子山抬头看看，原来是总裁大人。总裁大人衣冠楚楚，姿态优雅，正低头朝他微笑。兔子珊珊看了一眼，就低下头继续吃草，边吃边想，郊游还穿西装，总裁大人你真是太不和谐了。正当珊珊腹诽的时候，忽然她的长耳朵被人一把抓着提起来。草比我好看吗？总裁大人很生气地说，我白为你，白喜欢你了。喜欢？他听错了吧？珊珊惊呆，吃了一半的草从他嘴巴里掉下来。总裁大人好像知道他心里想什么，咳了一声，表情很傲慢地说，你没听错，我是那个你不用太激动了。珊珊继续惊呆，嘴巴里又掉下来一根草。总裁大人看他一直不说话，恼怒了，你就没话说？没什么表示。珊珊摇摇头，想说我是兔子啊，怎么会说话？谁知总裁大人见他摇头，忽然怒吼一声，眨眼变成了一只大老虎，一口把兔子珊珊给吞了。啊的一声，珊珊半夜惊醒了，抱着被子冷汗涔涔。好可怕，诡异又奇幻的梦啊！看来以后再也不能打网游了。那片操的太熟悉了，就是网游里他经常打怪的地方嘛。那只大老虎更熟悉，就是今天被他打死的怪物 BOSS 嘛。他居然和总裁大人一起来复仇了。好吧，这些都不是关键，关键是梦里总裁大人说喜欢他的时候，他居然面红耳赤加心跳如雷。要不是 BOSS 大人耐心不足，变成老虎一口把他给吃了，他多半就半推半就地答应了。珊珊抱着被子抖啊抖，难道自己竟然对 BOSS 大人有那个意思？不然害羞又心跳个头啊？不会吧？难道嫌死的不够快吗？如果总裁大人知道他居然敢做这种梦，肯定会把他从22楼的窗户里扔出去。不是，肯定不是这样的。听到告白心跳加快是正常的，不快那是死人。珊珊努力说服自己，对，就是这样，就算是投猪向我告白，我也会害羞的。
何况总裁大人是个人。对，没错，就是这样。再三确定自己对总裁大人忠心耿耿，绝无二心后，珊珊终于镇定了下来。不过由于受惊过度，后半夜一点都没睡好，第二天神经衰弱地去上班了。不料中午在总裁办公室又发生了让珊珊更加神经衰弱的事情。为什么我要跟你们去旅游？珊珊好想抓住 boss 大人的肩膀，猛烈地摇晃。他们总裁办跟人事部出去旅游关他什么事啊？为什么他也要去？丰腾的员工每年都有一次公费旅游的机会，公司会提供远近不同的数条路线让员工选择。不知何时又形成了2个部门合办的传统，于是约定俗成一直延续至今。今年财务部是和营销一部一起，在珊珊来公司前就已经旅游过了，而总裁办早在去年就定下和人事部一起。丰腾先生一般是很不耐烦参加这种旅游的，往年都不见踪迹，今年却不知怎么心血来潮打算参加。消息传出去，人事部的员工们都振奋不已。而在刚刚，总裁大人就用十分平常的口气通知薛珊珊后天早上7点准时在丰腾楼下集合，和他们一起去太湖旅游。总裁，我不想去。珊珊心里那个悲愤啊，用脚趾想也知道总裁大人拉她去干什么，肯定是怕外面的东西有她不爱吃的，于是带上她这个免费长工，随时随地帮她挑菜。听到拒绝，丰腾的脸色沉了下来。或者你想留下来考试？考试？对哦，后天是星期六，又到了他考 CPA 的日子，等于。本来以为总裁大人只是说说而已，谁知道上次真的被他叫来考试了。不过上次是他自己有公事，见不得别人清闲，这次他不是要出去旅游吗？哪有功夫看着他？珊珊正要这么反驳，一想不对，按总裁大人的性格，直接拒绝的话，他肯定会想出别的法子折腾他。不如，珊珊脑中冒出个主意，越想越妙，脸上不由露出笑容，十分诚恳地对丰腾说：总裁，能和你一起旅游真是太好了，我后天一定会准时到的。呵呵呵。珊珊笑得很开心，丰腾看了他一会儿，也微微笑起来。珊珊的主意是这样的，7点集合对吧？那他就7点半甚至8点出现。集体旅游肯定不会等他一个人啦，到时候他们走了可不能怪他。当然不出现也是不行的，那样总裁大人就会知道他是故意的了。所以珊珊打算8点左右到警卫大叔那报道下，表达一下由于塞车没有及时赶上旅游的痛苦和遗憾，这样就有了目击证人。嘿嘿嘿嘿，真是天衣无缝的计划呀！他真是越来越有心计这个东西了。于是周六早上8点，珊珊咬着包子，十分悠闲地出现在丰腾大厦前。然后他就看到了一辆很明显的旅游大巴车。啾！珊珊不敢相信地拿出手机来，已经快8点了呀，怎么他们还没走？珊珊石化在大巴车前，阿妹打开窗户，大声叫她：珊珊，快上来呀，就等你了。珊珊点着头，梦游般地走上车，一眼就看见总裁大人。他坐在前排靠窗的位置，穿着质地柔软的灰色毛衣，格外的风神俊朗。珊珊还是第一次看见他穿得这么随意，比在公司少了一分严峻，却多了几分年轻潇洒。眼角瞄瞄车内，只有总裁大人旁边有空位了。珊珊十分知趣地在丰腾旁边坐下，殷勤地问好：呵呵，总裁，早啊。丰腾淡淡地说：不早了。珊珊心虚地干笑。人到齐了，
司机开车出发，导游小姐简单介绍了太湖的景色和历史后，车内放起了轻柔的音乐。珊珊越想越不对，他们不会真的等了他1个小时吧？忍了一会儿，还是忍不住问风腾：“总裁，你前天不是说7点集合吗？你听错了。”“没有啊。”他听得清清楚楚的。“既然我说7点，为什么你8点才到？”风腾一点生气的表情都没有，却让珊珊刷的冷汗下来了。“薛珊珊，你这个白痴，这么问不是摆明是故意迟到的了吗？”珊珊连忙补救：“哼，总裁你说的是8点，我记起来了，刚刚我说错了。”风腾恍若未闻，神色平淡地看着手中的旅游简介。难道真的是自己记错了？珊珊左思右想，回头低声问后面的阿妹：“阿妹，到底今天几点集合？”阿妹说：“本来之前说是7点的，昨天总裁说太早了，临时改了8点。怎么你不知道？”他怎么会知道？根本没人告诉他。奸商，奸商，奸商！他肯定是故意的。但是他怎么连他想什么都知道？难道他家的饭里下什么古怪的东西？珊珊很想质问风腾，但是看看他专心看简介的样子，又不敢。直觉告诉他，现在看上去很平静的总裁大人，比虎脸下他的那个更可怕。不得不说，他小动物般的直觉是很准的。风腾在商场上混迹多年，哪会真如平时对他那般喜怒形于色，否则早被啃得尸骨无存了。2个多小时后，太湖到了。一路上，风腾面无表情的样子让珊珊很不安。珊珊偶尔开个话头，他也不接。珊珊想，完蛋了，这次总裁大人生气大了。不过他到底气什么呀？他不是又被他算计了吗？又没赢他。到了景点下车的时候，珊珊连忙抢过总裁大人的背包：“总裁，我来帮你拿吧。”紧紧地抱着包，眼神很坚决地看着风腾。风腾看了看自己被抢劫走的财物，没说什么，披上风衣下车。珊珊亦步亦趋地跟着下车，一行人在导游的带领下往里面走。珊珊虽然很想跟在总裁大人身边将功赎罪，可是显然总裁大人的魅力太大了，一会儿珊珊就被上前搭话的员工们挤在了后面。珊珊只好抱着包跟阿妹一起落在最后。阿妹看看风腾身边的人群说：“珊珊，你真是好脾气。”“啊，有吗？”珊珊不好意思的谦虚，她真当阿妹在夸她呢。阿妹说：“早上你还没来的时候，人事部有个女的居然想坐总裁旁边。”“谁呀？哪位同仁这么勇敢善良，竟然舍生取义？”“喏，就是那个穿红衣服的。”阿妹指指风腾身边员工中的一个。结果你猜总裁说什么？“什么？”总裁看都没看他一眼，说：“没别的位置吗？哈哈。”果然是总裁大人的风格。珊珊瞄了瞄那个女子苗条的背影，摇摇头，很看不上地说：“她太瘦了。boss 大人身边需要像她这么身强力壮，能提包负重的人啊。”走了一段路，大家坐船去太湖仙岛，也叫乌龟山来着，是今天的主要目的地。在岛上走马观花地看了几个景点，珊珊有点饿了，两眼发光地盯着自己手里的包。boss 大人的包里肯定有很多好吃吧，偷偷拿点，他会不会知道？珊珊犹豫着要不要做贼的时候，走在前面的风腾忽然回头：“珊珊，过来。”正隔着包摸形状猜是什么食物的珊珊吓了一跳，急忙放下手做无辜状看着他：“咦，
总裁大人叫他，是不是代表不生气了呀？那能吃包里的东西了吗？珊珊欢快地奔过去，连风腾叫他珊珊都没注意。总裁，我们吃饭吧。珊珊两眼亮晶晶的，风腾被他看得恶寒，忽然觉得自己好像变成了肉骨头一类的东西，努力忽略掉那种感觉。他指指前面的建筑说，你也去求一个。珊珊顺着他的手看过去，居然是个月老祠，里面已经有不少未婚员工在求签了。珊珊依稀听到道士在说什么解签50块啊什么的，于是珊珊立刻摇头。总裁，我不求。珊珊很有志向地说，我现在以事业为重，不考虑婚姻的事情。鬼才去求签，一支签50块，干嘛不去抢？而且那些道士是骗人的啦，他们都能娶老婆。而且他根本没带钱，好不好？他又没想着出来玩，出门的时候就随便塞了10几块钱当路费，哪来的钱求签？风腾看了他一眼，拿出皮夹，递出一张50的钞票，去求。珊珊接过钱，迟疑地说，总裁，你的钱我去求，那签算你的还是我的呀？风腾唇角微勾，我们的。可以这样吗？珊珊疑惑地往月老祠里走，员工们看见风腾和薛珊珊走进来，纷纷谦让着让他先求。珊珊跪在蒲团上，拿着签筒才摇了2下，一支签就掉下来。风腾拾起来看了看，说，第一签。拿到解签的道士呢？道士对着书摇头晃脑地说，好签，第一签是上吉签，签文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小姐，你的姻缘到了。周围的员工们纷纷恭喜薛珊珊。风腾听到签文，有些意外的一抬眉，而后又若有所思的淡淡一笑。周围的同事们都是大公司里混的人精，早就暗中关注着他了，于是一边思索着总裁这神情是什么意思，一边试探地恭喜着。很快他们就得到结论，不管总裁对薛珊珊是什么心思，他现在对这样的马屁不讨厌是绝对的，拍了总没错。就在这一片恭维声中，只听薛珊珊喜滋滋地说，这签是不错哎，还是第一次有人夸我是淑女。月老祠里顿时寂静了，风腾看了一眼薛珊珊，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第12章，从月老祠里出来后，珊珊明显地感觉到同事们看她的表情有点怪怪的。不用这样吧，他不就开个玩笑吗？虽然冷了一点等于，再说他也不是故意的，只是心头一慌就脱口而出了。当时的气氛那么怪异，大家居然把总裁大人和他放在一起恭喜，他能不慌吗？所谓做贼心虚，大概就是这样了。虽然他没做贼，只是做了个梦。月老祠出来后，大家就在湖边野餐。珊珊啃着阿妹救济的白面包，望着太湖水默默落泪，泪水滴在湖水中，荡起无数细小的涟漪，破碎而凄凉。好吧，其实掉湖里的不是眼泪，而是面包屑，不过效果都一样，都很凄凉。有比看着别人吃肉自己啃干面包更凄凉的事情吗？偏偏阿妹是个减肥狂人，知道要野餐也没带什么吃的，总裁大人的食物吗？珊珊不禁看向10几米外人群簇拥的地方，那边人事主管正满脸笑容地和风腾说话，几个同事面带笑容地围在他们身边，他只能看到风腾的背影。珊珊掉回头，掐点面包下来扔进湖里喂鱼，来，同甘共苦，大家一起吃。各色锦鲤纷纷游过来争食，红的白的浮在水面上，十分好看。
珊珊笑眯眯地喂着喂着，忽然所有鲤鱼都摆摆尾巴往旁边游走了。珊珊转头一看，boss 大人那边居然有几个女同事也开始喂鱼，边喂边兴奋地喊：快来看，好漂亮的鱼哦！这群肥胖势利的鱼，也不想想是谁先喂你们的。珊珊收回手，看着浩渺的湖水，莫名的心情低落了起来。明明是很美好的周末呀，为什么她要在这里啃干巴巴的面包当看人脸色的跟班呢？明明家里有软软的大 C 黄，香喷喷的小米粥等着她，还有一堆好几天没洗的衣服。珊珊食不知味地啃完面包，对着湖水默念100遍啊100遍，这日子没法过了，老天你爽快点，给我个了结吧。显然老天是不会搭理他这种小老百姓的。旅游回去，珊珊继续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回来后就临近年底了，财务部有一大堆事情要做，还要应付一波波的会计师，珊珊忙得脚不沾地，连续好几天都加班到10点后。就这样还被事务所的会计师们羡慕，据说他们有时要加班到凌晨3点。钱不好赚啊！在这样忙碌的情况下，每天中午还要去总裁那里受刑，珊珊觉得真是人间惨剧。尤其总裁大人还总是黑着脸，好像他没发他工资一样。于是在精神和身体的双重折磨下，薛珊珊光荣的感冒了。本来珊珊是不当一回事的，感冒嘛，吃药3天好，不吃药1个星期好，多喝白开水就行。不料这次感冒居然来势汹汹，连万能的白开水治疗法都没用。这天早上一起来，珊珊就觉得一阵一阵的晕，但是请假显然是不可能的，手头工作一大堆呢，只好吃了几片 VC， 撑着去上班。中午又去伺候总裁大爷吃饭，吃完开始看 CPA。珊珊觉得不行了，头太晕了，眼皮不断地往下坠。眼角瞄瞄总裁大人，他正在办公，并没有盯着他。说起来，他最近也超级忙。悄悄闭会眼睛没关系吧？珊珊悄悄把头靠向柔软的沙发垫，眼睛困乏地合了起来。不知过了多久，朦胧中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有点发烧，陌生的声音。要挂水吗？不要挂水。小感冒还要挂水，多搞笑啊！而且挂水要好几百块。暂时不用，吃了药片多休息就好。这个陌生人是好人。嘀咕嘀咕，嘀嘀咕咕的说话声，接着是关门声。世界安静了，继续睡觉。珊珊醒了，坐起来，头还是有点晕，但是比之前好多了。转脑袋左右看看，发现自己还在总裁办公室，应该没睡多久吧。不过沙发前怎么多了个屏风？依稀听到屏风外风腾和人说话的声音，声音很轻，听不清在说什么。还有，珊珊摸摸盖在自己身上的薄毯子。第一个念头，睡觉被发现了。第二个念头，还好自己不打呼。珊珊转着乱七八糟的念头，摸出自己的手机一看，忍不住轻轻啊了一声。竟然2点多了，她居然睡了这么久。这边的动静显然惊动了外面的人，外面静了一会儿，然后珊珊听到风腾简单交代了几句，那人关门出去了。珊珊看着风腾一脸不悦地走进屏风，很尴尬地抓抓头发。总裁大人又生气了，怎么办？珊珊脑子里使劲回想上次在网上看到的上班族必学100招，比如浏览黄色网站被老板看到了怎么办，上班睡觉被老板发现怎么办，可是一点都想不起来了。果然书到用时方恨少。就在珊珊准备坦白从宽，主动要求扣工资的时候，风腾不悦地开口：
你生病怎么不说？咦，居然不是骂他上班睡觉。珊珊把手规规矩矩地放膝盖上，小心地问：总裁，你不生气了？封腾的表情一僵，我什么时候生气了？切，骗鬼！不生气干嘛每天摆出一副你把我惹毛了，快点想想怎么讨好我，不然我就开除你的表情。也许是珊珊脸上的不屑太明显了，封腾有些不自在，转换话题说：下午别去上班了，我跟你们科长打过招呼了。哦，谢谢总裁。珊珊想起毛毯，诚恳地跟他道谢。看来总裁同学虽然大部分时间像冬天般严寒，但偶尔也会有春天般的温暖嘛。道谢完，珊珊正想向他告辞，忽然想到什么，心里一个咯噔，抬头紧张地看着他：总裁，你怎么跟科长说的呀？看着珊珊紧张的样子，封腾的气恼一时都收了起来，换上一副似笑非笑的表情。他也知道要担心自己的名声了。封腾当然不会跟别人说他在他这里睡着了，只说他生病已经回家。不过他有心让他着急，也不答他，倒了杯开水和药片一起递给他，把药吃了。珊珊看他不回答，更着急了。总裁，你没说请假吧？我要调休。请假要扣年终奖的。第13章，看在他是病人的份上，封腾努力克制着把他扔出去的冲动。办公桌上的电话适时地响起来，封腾转身走出去，硬邦邦地说：把药吃了，继续睡觉，不准出声，不然就扣你的年终奖。出声就扣工资，这是总裁大人独创的剥削方式吗？珊珊立刻闭上嘴巴。安静了一会儿，珊珊忽然想起刚刚自己明明是要走的，怎么又留下来了？不过如果现在出去给人看到，会不会很奇怪啊？珊珊后知后觉地想到这个问题，拖着下巴开始琢磨不被人看见偷偷从总裁办公室溜回家的可能性有多大。得出可能性等于0的结论后，珊珊死心了。为了 boss 大人的名节，他还是等封腾的人都走光了再跑路吧，大 boss 应该不会赶他出去吧。会客区的窗帘不知何时被拉上了，和屏风一起隔出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幽暗空间。珊珊站起身，想到总裁大人不准出声的命令，蹑手蹑脚地走过去，拉开窗帘。冬天的阳光一下子照了进来，冬日的阳光很微弱，照在身上却给人一种强烈的温暖的感觉，懒洋洋的很舒服。珊珊干脆趴在窗台上晒太阳。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纸张翻动的声音，偶尔有电话打进来，总裁大人说话的声音也十分好听。珊珊竟然觉得自己有点享受这种氛围，让她心里暖暖的很平和。晒了一会儿太阳，珊珊想起药片还没吃，回去拿起水杯吃药。水还是热的，水杯拿在手里温温地热着掌心。珊珊脑海中浮现刚刚封腾微笑着给她倒水的样子，忽然有些怔忡。boss 大人虽然喜怒无常，冷热交加，阴晴不定，奇奇怪怪，有时却还不错的样子。要是哪天 boss 大人忽然叫他再也不要上来了，他会不会反而不习惯呢？这个念头一冒出来，珊珊自己都被吓了一跳，连忙把这个念头赶出脑袋。开玩笑，要真有那么一天，他放鞭炮庆祝还来不及呢。到5点多下班的时候，珊珊更加肯定了这个想法。总裁大人居然问他要药费，还说就随便点给个100吧。100块？有什么感冒药要100块吗？简直是敲诈！原来 boss 大人还兼职做黑社会。因为身上现金不足100，珊珊含冤地写了借条，
心痛万分地走出风藤，忍不住101次祈祷老天，让他脱离魔爪的那天快快来临吧。珊珊没想到这次老天这么给面子，她感冒还没全好，脱离魔爪的机会就来了。那是很平常的一天，因为会计师查账的缘故，晚上财务部大部分人都留下来加班。珊珊被一个会计师问得头昏脑胀，好不容易得了个空，端着茶杯就往茶水间跑。还没走进茶水间，珊珊就听到阿佳八卦兮兮的声音。这个同事平时一副精样，很能唬人，只有深入接触后才能发现其媲美狗仔队的八卦本事。喂，你们听说没？今天中午人事部的周小薇上了总裁的车。茶水间还有另外2个忙里偷闲的同事，闻言都怀疑地看着他。阿佳见他们不信，着急了，你们别不信，就在楼下，好多人都看到了。珊珊拿着杯子愣在门口，脸上满不震惊。总裁大人的魔爪居然又伸向别的女员工了，怪不得今天午饭吃到一半，接了个电话就走了，原来是去抓壮丁。周小薇，珊珊在脑子里面搜索，这个名字怎么这么熟悉？哦，想起来了，就是上次去无锡旅游，阿妹说要坐总裁大人旁边的那个。后来阿妹还八卦地打听了名字告诉她，印象中是个很瘦弱的小美人啊，哪有她这么坚韧不拔，忍辱负重，肯定经不起总裁大人的折腾。珊珊脑中不由浮现了一幅画面，柔弱的小美人在总裁大人的威胁下边惊恐地喊着不要不要，边梨花带雨的写借条和卖身契。珊珊顿时义愤填膺，正义的小宇宙熊熊地燃烧起来，虽然心底有些闷闷的说不清楚的感觉，但在大意下这种感觉微不足道。珊珊握拳出言讨伐，总裁太可恶了，怎么可以这样？人家巴不得这样呢。你看今天周小薇中午上了总裁的车，待遇立刻就不一样了。今天人事部都要加班，就她被人事部处长特许回去了。太过分了！珊珊声音颤抖，严重的嫉妒了。放假？居然可以放假？同样是长工，她从来没被放假过。这几天生病还要挑菜 ，boss 大人也不怕传染啊！珊珊，阿佳惊叫一声，终于听出了声音是谁。只见薛珊珊站在门口，满脸愤怒、嫉妒、恨。阿佳暗叫糟糕，他不会以为他在搬弄是非吧？万一传到总裁那？这么一想，本来要卖关子的阿佳急忙倒豆子似的说：“珊珊，你别误会，总裁没跟周小薇怎么样。听说是因为周小薇是稀有血型，总裁妹妹大出血要输血，就叫周小薇去了。你千万别误会啊！大出血。”风小姐不是在国外吗？珊珊吃惊又担心，怎么回事？风小姐没事吧？听人事部的人说好像没事了。阿佳说着，忍不住八卦病又犯了，打探说：“哎呀，我跟你说这个干什么？你天天和总裁在一起，难道不知道？”听到风月没事，珊珊放下心。可是那种闷闷的感觉却又出现了，而且比刚刚强烈得多。原来公司还有人是稀有血型。珊珊下意识地看着自己手腕的血管。按照风小姐的习惯，明天大概会叫人送猪肝饭给周小薇吧，然后吃着吃着就去总裁办公室吃，顺便给总裁大人做长工。然后她以后就不用去总裁大人那报道了，彻底解放了。期待已久的事情美梦成真，珊珊高兴了一下，可是也只是高兴了一下而已，迅速的心情就低落了下来。有了替死鬼，明明是值得开心的事情，为什么她就觉得胸闷的难受，提不起精神来呢？为什么
会有一种被弃养了的感觉呢？下班后回到家，珊珊还是没有摆脱那种叫人讨厌的情绪。在屋里转了几个圈圈，珊珊抓起电话，打给高中同学。我现在心情很不好。怎么啦？艾珊珊长叹了一口气，许多话要说，却不知道从何说起。这样，我打个比方哦。说吧，我听着。从前有一头猪，被一头狼捉去圈起来养。狼跟猪说，养它是为了将来要吃它的肉。猪虽然又不情愿又害怕，可是它打不过狼，只好吃那头狼喂的东西。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猪越来越肥了。这时狼却把它放了，抓了另外一头猪吃。那头猪居然很难受。你说，那头猪该怎么办呢？那就做一头自由奔放的野猪吧。珊珊满脸黑线，你根本没弄清楚重点。不被吃不是很好吗？那头猪为什么难受呢？哇，我知道了，那肯定是那头猪爱上那头狼了。跨越种族的恋爱，好浪漫哦。陆双怡，你这个白痴。珊珊忍无可忍地把电话挂了。是夜，珊珊一直没睡好，同学那句跨越种族的恋爱搅得她脑子乱乱的。第二天，珊珊带着2个大大的黑眼圈，精神萎靡地去上班，引来同事们关切的慰问和阿佳了然同情的目光。中午吃饭的时候，珊珊识趣的没去总裁办公室，趴在自己桌上。今天没他的午饭了，要高兴，要高兴，薛珊珊你终于自由了。又萎靡了一会儿，珊珊终于以小强般的生命力重新振奋了起来。正打算去员工餐厅补充能量，桌子上的电话响起来，珊珊顺手一接，总裁大人十分不悦的声音从话筒里传来：薛珊珊，你居然敢罢工！哼！就知道总裁大人不会放过他这个熟练工。总裁办公室里，珊珊一边挑菜一边习惯性的腹诽着，顺便鄙视一下自己，刚刚居然因为以后不用来这里而烦闷。总裁大人今天似乎心情不大好，吃饭的时候气氛有些沉闷。珊珊吃了几口，忍不住问封腾：总裁，封小姐没事吧？封腾微微诧异，你知道了？心中不由有些不悦。那个员工口风未免太松了，昨天才发生的事情，居然连薛珊珊都知道了。风月初意外导致大出血的事，虽然不是什么不能说的事情，但是封腾非常不喜被底下员工议论。封腾简单的说，他没事。哦，那就好。珊珊安静了一会儿，又讷讷地问：总裁，那你和封小姐打算怎么谢谢周小姐呀？你问这个做什么？封腾目光灼灼。那个，是哦，他问这个干什么？难道说他想知道以后会不会多个饭友？珊珊支支吾吾说不清楚的样子，却意外地取悦了封腾。他没再为难他，直接地说：支票。支票？珊珊反射性地问：那你当初干嘛不送支票给我？封腾蓦地大怒，阴寒地说：薛珊珊，你是白痴吗？你就不会放长线钓大鱼？难道支票会比它值钱？薛珊珊愣愣地看着他，对他的话好像明白又好像不明白，动作极度缓慢地往嘴巴里送菜，完全被镇住了的样子。忽然他的表情变得极度扭曲痛苦。封腾虽然有些恼火，还是问：怎么了？珊珊异常艰难地说：被大鱼的刺卡住了。第14章，被封腾叫上来的公司医生憋着笑帮珊珊取出了鱼刺，
然后珊珊就和无辜的医生一起被不爽的总裁大人丢出了办公室。珊珊愁眉苦脸地过了一下午。总裁大人那句放长线钓大鱼时不时在他脑子里冒一下，可是一想到大鱼他就想起被鱼刺卡到的感觉，所以还是不要想了吧。总裁大人这么奇怪的人，说些奇怪的话是很正常的，跟着他的话去想东想西才有毛病。这么一想，珊珊就心安理得地把总裁大人的话格式化了，然后重启一下，又是一个没有烦恼的薛珊珊。其实还是有点怪怪的感觉。今天是周五，快下班的时候，员工难免有些浮躁，科长老头又去别的部门了，阿佳干脆离开座位，站在珊珊旁边闲聊。珊珊，你明天穿什么衣服？珊珊脑子里还堆满数字，一时没反应过来，抬头看着他。明天晚上年会呀，你加班加傻啦？珊珊这才想起，明天晚上公司总部要举办新年会了，上个星期就发了通知的。想到年会，珊珊不由精神为之一振，口水为之纵横。听老员工们说，丰腾每年年会都是大手笔，不仅在5星级大酒店举办豪华餐会，餐会上还有巨额抽奖。去年年会的头奖是一辆汽车，最小的奖也是新款数码相机。今年的年会依旧选在5星级大酒店举行，西式自助餐的形式。丰腾今年的业绩比去年更佳，大家猜想奖项肯定不会比去年逊色。珊珊不由幻想了一下自己拿到头奖的画面，不晓得今年的头奖是什么呀？如果还是车，那就卖掉，嘿嘿嘿，为爱得正欢。珊珊忽然想起，头奖好像是由总裁大人颁的。眼前闪过中午总裁大人的黑脸，珊珊忍不住抖了一下。算了，头奖还是让给别人吧，他拿个2等奖就好了。就在珊珊这一愣神的功夫，又有女同事感兴趣地过来和阿佳讨论起明天穿什么衣服。珊珊边听他们聊天，边皱成苦瓜脸。差点忘了，年会虽然有的吃又有的拿，可是居然变态地要求所有员工必须正装出席。真不知道是哪个 BT 想出来的主意，现在都快0度了好不好？穿礼服会不会结冰啊？珊珊忍不住跟他们抱怨了2句，同事之一不以为然地说，这有什么？每年都是如此，你总不能穿着运动服跳舞吧？而且酒店有暖气，还要跳舞，看来吃完要立刻闪。阿佳说，再说年会上还要选出全场最优雅女士，我们财务部的人一向朴素，没这个念头，但是别的部门那些女人为了这个奖，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我们也不能太丢脸吧。他这番话引来一片附和声。珊珊早听他们说过，每年年会都会由所有男士投票选出一位全场最优雅女士，获选者可以得到奖金1万元。不过珊珊对这个奖是很不屑的，她眼睛一眨就知道，这肯定是男同胞们的阴谋。想想看，如果要优雅，那还能敞开怀大吃大喝吗？肯定不能了是吧？那些美食谁吃掉了？男同胞们啊，真是太坏了，就一个人得奖，害所有女同胞都不能好好吃饭。不过这个发现珊珊是不会说出去的，她也正好趁机多吃点。嘿嘿，话说回来，会有这个想法，难道她也不是好人？珊珊，你明天可要穿得漂亮点，你总不想开舞的机会落别人手里吧？阿佳神秘兮兮地朝他眨眼。什么开舞的机会？珊珊迷惑。阿佳看他一脸茫然的样子，惊讶地说，你不会不知道吧？最优雅女士和总裁开舞啊。看吧看吧。
就知道这1万块钱不好拿，居然还有这种酷刑。决定了，虽然他平时已经很湮灭在人群中了，但是明天一定更努力地淹没在人群中。于是周六，珊珊毫无心事地睡到中午才起西黄，再东摸一阵西摸一阵，1个下午就过去。快5点的时候，珊珊不慌不忙地从衣柜里拿出衣服换上。昨天就想好穿什么了，就穿上次去丰大小姐那穿的小礼服。虽然薄了点，而且长度只到膝盖，可是省钱第一了。她卡上的薪水可是要拿回家跟老妈炫耀的，绝对不能乱花。珊珊一边牙齿打颤一边穿衣服，然后珊珊傻掉了，居然拉链拉不上了，上次还是正好的啊！珊珊心酸地盯着镜子，第一次为肠肉伤感了，等于，都怪万恶的总裁大人。珊珊一边咬牙切齿，一边继续拉，都这个时候了，就算去买也来不及了。努力的吸气 N 次后，终于勉强地拉上了，拉上后倒还好，就是胸部那里紧了一点。啊，那里紧，应该不会影响到吃饭吧？照照镜子，确定自己的一身打扮中规中矩，不会失礼后，珊珊照了件长羽绒服出发了。珊珊本来想很小强地坐公车去酒店，可是被外面的冷风一吹，还是乖乖打了车。到了酒店，恰好在电梯口遇见阿妹。阿妹上下打量她，满脸惊诧地说：“珊珊，你就这样？你好歹稍微隆重点。”珊珊说：“可以了吧？不就吃个饭吗？他都洗头了，还不隆重吗？”阿妹摇头，硬要拉她去化妆间化妆弄头发。珊珊连忙推辞：“开玩笑，待会她可是要大吃大喝的，要是化了妆，吃饭的时候脸上的粉掉食物里，那多不卫生啊。”阿妹拿她没办法，心想她平时也不化妆，说不定总裁就爱她这样子，就没再勉强她，只是说待会你去会场看看就知道了。到了宴会厅，珊珊才发现阿妹所言不虚，同事们对年会果然相当重视，个个盛装打扮，放眼看去，美女如云啊，美女如云。珊珊不自觉地在人群里左看右看，自己也不知道在找什么。阿妹笑着说：“总裁还没来呢。不过珊珊，今天你怎么没和总裁一起来？”珊珊吓了一跳，说：“阿妹，吃饭前不要说这么恐怖的事情好不好？”然后就飞快地跑走看菜色去了。年会的菜色果然十分丰富，色泽诱人，香味扑鼻，一排排摆在那里，看得珊珊内心垂涎不已。珊珊边看菜边不停地看会场入口。总裁大人，你快来吧，俺现在分外想念你，千万不要迟到啊，不然这些菜冷了就不好吃了。等他把今天所有的菜色看得差不多了，只听会场内一阵喧闹，估计有什么重要人物来了。珊珊抬头看去，果然是总裁大人在几个高层的簇拥下到场了。第15章，珊珊眼睛眨也不眨地看着人群中的风腾。总裁大人还真是人模人样的。大厅璀璨的灯光下，风腾不疾不徐地步入会场。他一身讲究的西装，外面随意披了件黑色大衣，显得分外耀眼挺拔。珊珊的目光不自觉地追随着他，直到被一个高胖的主管挡住视线才回神。珊珊收回目光，看看左右的人，竟然都是一副目不转睛的样子，有人甚至还踮起脚跟看，心中忽然有些不爽。鄙视，总裁大人又装酷，招蜂引蝶的男人最没品了，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你以为你在走秀啊？珊珊很小人的嘀咕得正起劲，
忽然察觉总裁大人的视线似乎朝他这个角落射来。他就心里想想，他也能发现？难道总裁大人装了脑电波感知系统吗？珊珊僵硬地面，无表情地转身，无比专注地盯着眼前一块牛排。牛排啊，牛排！你为什么是块牛排？封腾一到场，男女2位主持人就上台宣布年会开始。主持人说了一通喜气洋洋的开篇贺词后，封腾上台致辞。一阵热烈的掌声后，之前还有些喧闹的会场瞬间安静了下来。珊珊暗暗撇嘴，心想果然每个 boss 都有威慑技能，就会吓人。他抬头看着正在发言的封腾，听着他沉稳的声调，渐渐的竟然觉得台上那人陌生。虽然经常见到封腾，可是珊珊还是第一次看到他在这么多人面前说话的样子，总觉得有哪里不同。此时的他好像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特殊的气质，轻易的就压住了全场，掌控全局，叫人必须仰视。他的神态自信而优雅，并没有什么夸张的动作，然而每句话从他嘴里说出来，却令人信服且备受鼓舞。到底是哪里不一样呢？珊珊怔怔地想，大概是忽然觉得很遥远吧。掌声骤然间响起来，珊珊这才发现封腾已经讲完了，也跟着拍了2下，然后咳。一般来说，那种深沉且复杂的情绪在薛珊珊心里不会停留超过3分钟的。于是掌声一落，珊珊立刻把那古怪恼人的心情置之脑后，端着盘子愉快地四处流窜去了。牛啊，羊啊，螃蟹腿。奖品就是那天边的浮云，抽到抽不到还是两说，眼前的食物才是真理。珊珊正吃得欢快，突然身后冒出一个男人饱含惊喜的叫声：“薛小姐！”差点被噎到。珊珊努力咽下嘴里的食物，回头原来是封大小姐的老公，好像叫严青来着。珊珊礼貌地跟他打招呼：“你好，严先生。”严青是分公司的总经理，并不经常到总部。这次他是作为分公司高层出席总部年会，在满月宴后，珊珊还是第一次见到他。严青看到他，表情很激动：“薛小姐，总算看到你了。我们夫妇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好，实在是欠你良多。”什么欠他良多？不就是放了一次血吗？而且早就谢过了呀。珊珊有些莫名地说：“严先生，你太客气了，没什么的。”怎么会没什么？严青仍然满脸感激。上次月月出事的时候，我正在外面出差，多亏薛小姐在伸援手，不然我怕是要悔恨一生。严青说：“月月如今还在医院，等她出院，必定要请薛小姐赏光吃个便饭。”珊珊眨了眨眼，终于弄明白了严青是什么意思。难道他以为第2次还是他献血的？珊珊连忙开口解释：“严先生，你大概是弄错了，我……”严青。珊珊的解释被忽然超入的声音打断：“总裁大人。”珊珊朝发声处看去，下意识地把手里吃得狼藉的盘子放在身后的桌上。封腾并没有看他，只是对严青说：“安迪在找你。”严青回头张望了一下，然后笑着对珊珊说：“薛小姐，我先走一步，回头再聊。”“哦，好，再见。”珊珊点头。严青走了，这个角落只剩下薛珊珊和封腾，霎时静了下来。珊珊叫声总裁，封腾却没理他，拿起旁边桌上的酒杯，望着会场中央，悠闲地喝起来。他干嘛呀？难道还要他恭送一下才走？
沉默的气氛让珊珊有些不安，想起刚刚的事情，珊珊急忙说：“总裁，严先生好像弄错了，他好像以为这次还是我给风小姐书写的。”弄错了就弄错了。风腾放下酒杯，吩咐他，以后他说什么，你都不要否认。啊，珊珊不解，为什么？好像占有了别人的劳动成果一样，珊珊有些罪恶感。别问这么多，风腾淡淡地说。哦，他一副你不必知道的表情，让珊珊小小的郁闷了。之前抛到脑后的那种复杂情绪又隐隐浮出来。不说就不说，了不起呀？反正骗人的又不是他，他最多算个从犯，还是被胁迫的。珊珊闷闷的，随便找了个借口说：“那总裁，我去找阿妹，不打扰你了。”他说着就要离开。慢着！风腾开口叫住他：“谁说你可以走了？”boss 大人用绝对颐指气使的语气说：“一会儿你跟着我，帮我挡酒。”珊珊愣住了。挡酒？他没听错吧？这不是男人的事吗？总裁大人居然要他干！珊珊气愤。果然每个资本家都把女人当男人用，男人当牲口用。总裁，我不是你的秘书啊！见他推脱，风腾又不悦起来，淡淡的提醒他：“你的年终奖。”太过分了，又拿这个威胁他。珊珊悲愤莫名，鼓起勇气说：“总裁，我们有工会的，所以你不能乱扣，不然投诉你。”工会？风腾俊眉微扬，慢悠悠地说：“谁发他们工资？”第16章，为什么之前会觉得总裁大人太遥远呢？他简直就应该远到宇宙那边去。再次落入 boss 魔爪的薛珊珊悲苦地拿着酒杯，跟在总裁大人身后，不停地微笑、碰杯、客套。不能吃东西已经很悲惨了，还要穿着高跟鞋走来走去。好吧，这些他都忍了，可是有些实在很难忍啊。比如眼前这个穿西装的老头。薛小姐今天真是光彩照人，清新脱俗啊，待会定要投薛小姐一票。光彩照人，老头，你也太会睁眼说瞎话了吧。谢谢，您太过奖了。珊珊微笑。再比如这个唐装老头。薛小姐天生丽质，青春活泼，同义词省略中啊，仿佛肉麻比喻省略中啊，和总裁无聊排比省略中啊。谢谢。珊珊外表似受宠若惊，内心则无比崇拜好强。睁眼说瞎话就算了，居然还用咏叹调。待唐装老头意犹未尽地走远，珊珊拉拉风腾的衣袖，问：“总裁，那个穿唐装的是不是比前面那个穿西装的老头职位更高些？”风腾点头。珊珊得意地说：“我就知道。”然后不等风腾问为什么，迫不及待地告诉他：“因为他睁眼说瞎话的本事更厉害。”风腾失笑，打量他微微发红的脸颊。他是有点醉了吧？这种话他平时可没胆子说，而且他看着他扯着他袖子的手指，居然敢跟他拉拉扯扯。他不由若有所思，抬手叫来侍者，重新拿了一杯酒给他。这是什么？珊珊看着他手中颜色漂亮的液体，这种鸡尾酒的酒精浓度更低一些。谢谢总裁。珊珊十分感激地接过，完全没想过眼前这只是刚刚那俩老头的终极 BOSS， 睁眼说瞎话的本领比他们高明 N 倍。这种鸡尾酒尝起来酒味很淡，可是酒精浓度却是刚刚的好几倍啊。风腾心情颇佳地看着薛珊珊，
过了一会儿，忽然皱起眉：“你的胸花呢？”入场的时候，每位女士都会发一朵胸花，花下面有一个号码，而男士就根据这个号码投票选出最优雅女士。所以许多有心竞争最优雅女士的人都在满场交际，若不能让别人看到自己的号码，穿再好也是白搭。珊珊冷汗了下，她能说因为觉得戴胸花很傻，就把那花给扔了吗？绝对不能。对哦，胸花呢？珊珊惊讶地叫了一声，四处张望，找来找去，然后跟总裁大人报告：掉了。胸花会掉到天上去吗？不会吧。那你刚刚看天花板干什么？珊珊。风腾抬手招来侍者，请再给这位小姐一朵胸花。珊珊连忙阻止，总裁，还是不要了。风腾只说了2个字：奖金。奖金？奖金了不起吗？像他这么淡薄的人，对那种害全体女同胞挨饿的不义之财一点兴趣都没，好不好？当然，有兴趣也没可能拿到。总裁，我不可能选上了。珊珊老老实实地说，她有自知之明的好不好？她本来就是为吃大餐来的，根本没做什么打扮。为什么不能？风腾扫了一眼场内，徐徐地说，你虽然的确不怎么样，但是其他人更不怎么样。珊珊目瞪口呆，总裁大人也太毒辣了吧！为了贬低我一个人，你也不用拉全体女同胞下水呀。这时侍者已经拿来新的胸花，珊珊在 boss 大人胁迫的目光下无奈地别上。珊珊心中忽然闪过一个模糊的念头，之前她窝在角落，自然没人看到她的号码，等于放弃了这场评选。现在总裁大人硬要她带着胸花满场应酬。珊珊脱口而出，总裁，你不会是想帮我作弊吧？风腾诧异地看着他，微微一笑，这么说也可以。然后欣赏着珊珊面无人色的样子，补充了一句，拿到奖金分成，我欺你3。竟然真的有这种念头，还要分成，奸商到这种地步。珊珊有晕倒的冲动，让他晕倒，然后给人抬出去吧，总比一会儿丢脸好。早知道总裁大人对他这么有信心，居然想出这么有想象力的主意，他就算小小的破产一下，也会好好打扮一番过来啊。现在他穿的这么普通，要是还拿到了那个什么 BTBT 的奖，不摆明了他作弊吗？太丢脸了。财务最主要的是诚信啊，他不要在众目睽睽下做假账，而且总裁大人也太没眼光了吧，居然投资他。他在想什么呀？总之，快让他晕倒吧。可惜珊珊身体太健康，虽然被总裁大人无情地拖着满场走来走去，却始终坚强的屹立不倒。吃的差不多的时候，男女主持人宣布抽奖开始了。从末等奖开始抽，末奖 N 个，没珊珊的份。倒数第2奖 N 个，还是没。最后的头奖被一个不停傻笑的人从总裁大人手里拿走了。珊珊一点都不遗憾，她现在全部的心思都在最后的最优雅女士评选上，千万不要选她呀！男同胞们，你们不会这么没风骨的屈服在总裁大人的淫威下吧？反正是无记名投票，老板不会扣你们工资的。头奖抽完，男女主持人开始一唱一和，马上要宣布的是今夜最激动人心的奖项。的确，对在场的女士来说，这个奖项恐怕比刚刚的头奖更加令人垂涎。好了好了，不说废话了，大家大概都等急了，还是快宣布谁是今晚最优雅的女士吧。今晚得票最多的女士是珊珊，屏住呼吸，人事部。
周小薇。第17章，哈哈哈哈，不是他，不是他。珊珊差点热泪盈眶了，欣慰呀，人间果然还是有正义的。珊珊对这个世界重新充满了信心，跟着大家热烈的鼓掌。掌声中，周小薇满脸通红地站在原地，含羞带怯地望向风腾。风腾则面无表情。珊珊心想 ，boss 大人投资失败，心里肯定不爽，说不定会迁怒他这个合伙人。正想赶紧闪开，风腾横了他一眼，说：“你在这里待着，不要乱跑。”果然被迁怒了，自己去和美女跳舞，却叫他在这里傻站。舞曲的前奏已经响起，满场的人群纷纷向四周散去，空出中间的场地来。会场的灯光应景地暗下来，只有场中央留下一片白光。众目睽睽下，风腾随手把酒杯塞给了薛珊珊，向站在对面的周小薇走去，礼貌地向她做出邀请的姿势。周小薇矜持羞涩地将手放在他手中，两人翩翩起舞。周小薇今天能艳压群芳，打扮自然是费足心思。她穿着一身飘逸的纯白色雪纺纱裙，露出香肩，胸口有一层白色透明的蕾丝，显得纯洁又诱惑。微卷的发间斜插了一个镶满紫色水钻的小皇冠，闪闪亮亮，更加衬得她娇嫩柔美。她仰首看着眼前高大的男子，眼波羞怯纯真。珊珊发呆似的站在场外看着他们跳舞，不知不觉视线渐渐集中到周小薇的腰间 ，boss 大人的那只爪子上。不纯洁，太不纯洁了！跳舞这事到底是哪个色狼发明的？简直是让男男女女们光明正大的偷鸡摸狗吗？珊珊腹诽着，心中原本很庆幸、很嗨的情绪，却莫名的有些低落下来。舞池中，风腾和周小薇姿态优美地连续转着圈圈，他们不晕，珊珊看着看着倒头晕了。肯定是酒喝多了，还是坐下来休息一下吧。珊珊到餐桌取了些残羹冷炙，坐下开吃。补充能量才是第一要务啊！刚才傻了，居然真听 boss 大人的话，在那傻站。正吃着，耳边又响起声音：“薛小姐，这人害她噎2次了。”珊珊抬头笑着打招呼：“严先生。”严青绅士地说：“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请薛小姐跳支舞。”珊珊尴尬：“那个，我不会跳。”严青体贴地笑笑：“那聊聊天也不错。”他说着，就在珊珊对面坐下。珊珊关心地问：“风小姐好些了吧？”严青听他问起风月，又是一脸感激：“他已经没事了，医生说他底子不错。过几天出院回家好好调养一阵就好。多亏了薛小姐。”听到他感谢珊珊就心虚，可是总裁大人又不准他否认。珊珊急忙随便的找了个话题说：“听说风小姐前阵子一直在欧洲，什么时候回国的？”欧洲？严青奇怪地说：“我们还是蜜月去过，有2年没去了。你想去旅游？”月月前阵子也有去度假的念头，不如等她身体好了，你们一起去。珊珊怔住了。第一支舞曲渐渐接近尾声，阿妹和 Linda 并未下场跳舞，一起坐在舞池边闲聊。阿妹羡慕那1万块奖金，言语间隐有不甘。Linda 听了笑着说：“你不甘心什么？人家下的本钱是你的10倍。”阿妹惊讶 ：“Linda， 我这身上下可不便宜。” Linda 嗤笑一声，看向舞池，将周小薇从头到脚的牌子一一数来，然后问阿妹：“服了没有？”阿妹这下不甘全消，感叹说：“她也不过是个小职员，真是舍得本钱。”
Linda 一语双关地说，醉翁之意不在酒，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阿妹会意地笑起来，可是我敢打赌，他的本钱就是再加10倍也是白搭。你没看见封总刚刚随手就把酒杯递给珊珊了吗？他怎么比？我看封总下支舞曲肯定邀请珊珊。舞曲终于奏完了最后一个音符，封腾松开手，礼貌地微一颔首后就要离开。周小薇有些急切地在他身后轻叫了一声：“封总。”封腾顿住脚步看向他。第二支舞的舞曲响起来，阿妹惊讶地发现总裁并没有像他预料的那样邀请薛珊珊共舞，而是和周小薇跳起了第二支舞。其他人也都有些诧异，纷纷想着，难道今天周小薇真的美貌到令总裁心动了？众人饱含同情的目光一致地看向被冷落在一旁的正牌女友薛珊珊，只见她呆呆地坐着，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显然已经被打击得不行了。然而事实上，珊珊却对场内异常的气愤，众人精彩的眼神浑然不觉，她甚至不知道第二支舞曲已经开始了。从颜青走出去接电话开始，他就维持一个姿势坐在那里，完全傻了。总裁大人居然是骗他的，封大小姐根本没有去欧洲。那么后来几个月的午餐是谁送的？难道是总裁大人？可是为什么？是找借口奴役他、剥削他？还是……珊珊猛地不安起来，心脏砰砰乱跳，好像有什么东西就要破茧而出。不行！珊珊连忙把那东西塞回去。她肯定是喝多了才会这样胡思乱想。酒真是个坏东西，居然让她产生这么诡异的想法。她不由看向舞池，封腾和周小薇仍然在跳舞。恰好此刻封腾背对着他，周小薇看见他，朝他温婉的一笑。珊珊却完全没有注意到他，她看着封腾挺拔的背影，觉得脑袋越来越重。珊珊想，还是出去清醒一下吧，再待在这里要走火入魔了。于是时刻关注着这边的八卦人士们清楚地看到，周小薇示威的一笑后，薛珊珊极度地盯了舞池中的总裁和周小薇一会儿，然后生气地站了起来，独自一人失魂落魄地走出了会场。第18章，珊珊推开酒店的大门，外面的西北风寒彻入骨，珊珊被风一吹，哆嗦了一下，赶紧退回酒店。好冷，她怎么不知不觉地走到楼下来了？珊珊抱着自己光裸的手臂发抖，不过早点回去也好，时间也不早了。正想着，手袋中的手机响起来，珊珊拿出手机，看到手机上闪烁的号码，怔了一下，明明脑子里想着不要接的，手指却不知怎么的按了接听键。封腾略微不悦的声音传来：“你在哪里？”“楼下大堂。”“不是叫你别乱跑的吗？”封腾愈加不悦，“在那里等着，我马上下去。”“等等。”感觉封腾就要挂电话，珊珊连忙喊住他。反正也跑不掉，不如死得痛快些。珊珊厚颜地说：“总裁，你能不能帮忙把我的羽绒服带下来？”没过多久，珊珊就看见封腾拿着她的羽绒服从电梯中走出来，锐利的眼神一下子就找到他。珊珊赶紧跑上去，一边道谢，一边从他手中抢过自己的衣服。“你跑下来做什么？”“我头晕，想回去了。”珊珊心虚地说。封腾看了看她绯红的双颊，神色和缓了下来。“我送你回去。”然后不容拒绝地向外面走去。珊珊愣了一下才跟上。总裁大人真是太客气了，这样他会乱想的。
珊珊还是乱想着上了车。白色跑车平稳地行驶在夜色中，车内的两人一时都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珊珊终于忍不住将心中的疑问问出口：总裁，严先生说，风小姐最近几个月并没有去欧洲。风腾淡淡地应了一声，说，然后呢？他居然问他然后？珊珊瞪大眼睛看着他，有人被戳穿了谎言还这么坦然吗？ Boss 大人肯定是千年老妖。那你为什么跟我说他去欧洲了？风腾波澜不惊地说，有吗？当然有。哦，风腾不以为意的样子，口误。珊珊 ，Boss 大人你还能更无耻一点吗？不过，也许真的是口误吧，不然有什么理由让 Boss 大人骗自己呢？难道是为了骗他和他一起吃饭？这不可能吧？而那代表的意义，简直更不可能吧？对方是 Boss 大人啊，感觉就像隔了一个宇宙，一个隔了宇宙的外星人，会喜欢自己吗？珊珊脑内大战着，车里又静了下来。忽的，风腾状似不经意地开口说，跳舞的事你不要误会。周小薇并没有兑现支票，而是在刚才第一支舞曲后请求他再和他跳一支舞。那含羞带怯的表情下藏着什么心思，风腾怎么会看不出来？可是多跳支舞又能改变什么？不过在年会这样的庆祝场合，对曾经输血给风月的员工，他却不好让他太过难堪，无可无不可的和他跳起第二支舞。然后就看见薛珊珊走出去了。经验告诉风腾，薛珊珊跑出去绝对不会是因为某些正常的理由，不过他还是决定解释一下。虽然他的解释实在太含蓄了点，太点到即止了点，珊珊却阴错阳差地感动了。他完全不知道风腾和周小薇跳了第二支舞，以为风腾为第一支舞向他解释呢。Boss 大人居然连因为惯例和别的女人跳过舞都要向他解释，叫他不要误会。难道真的？珊珊一个冲动，酒意上涌，头脑发热地问，总裁，我可不可以误会你？你喜欢我？风腾握着方向盘的手稍稍一动。喜欢这个词有点出乎他的意料，然而他居然敢这么主动地问出来，则更加出乎他的意料。看来那杯酒的效果还不错。风腾意外地发现自己并不讨厌被他这样询问，侧头看向他，微微弯了下嘴角，误会一下也没关系。虽然总裁大人的话曲折了一点点，但是他的意思是，他真的喜欢他。珊珊猛然觉得手足无措，好像一下子手脚都不知道该怎么放了。车内的空间忽然变得很小，心跳声大的自己都能听见，脸慢慢烧了起来，心里似乎有一群小鸟在唱歌。安静了半晌，珊珊说，总裁，你能不能开慢一点？晕车？不是，就是太快了，心跳太快了。于是最高时速可达每小时300多公里的跑车就以十分乌龟的速度挪到了珊珊的租屋楼下。车一停下，车内的气氛陡然的暧昧起来，珊珊刚刚平静了点的小心肝又砰砰直跳。就在这时，总裁大人忽然向他俯身过来。他想干嘛？珊珊紧张地直直瞪着他。这么紧张干什么？风腾眼中微微流露出一丝笑，我帮你解安全带。啪嗒一声，安全带解开了，珊珊脑中的某根弦也断了。安全带？总裁大人，您的服务也太周到了。笑一下带过尴尬，珊珊期期爱爱地说，你什么时候？你从来没说过。
风腾很愉悦地享受着他的手足无措，悠悠然地说：“这个不是应该先有企图的人说吗？”什么意思？珊珊呆住。boss 大人的意思是他先对他有企图。珊珊傻傻地指着自己，心里那群刚刚还在唱着欢歌的小鸟，已经拍拍翅膀，头也不回地飞走了。难道不是？风腾又摆出珊珊熟悉的胁迫神情。风腾逗弄薛珊珊已成惯性了，然而他却忘记了，胆小的老鼠也许平时见了猫就跑，但是喝醉了可是敢跟猫干架的。就在珊珊习惯性的要屈服在风腾的胁迫下的刹那，他想到了一个关键性问题。现在是总裁大人暗恋他吧？那应该他最大才对。他拽什么拽呀？珊珊蓦地喜悦起来，这种喜悦不同于刚刚那种小女人的害羞欣喜，而类似于工人阶级掌握了原子弹。勇气陡增啊！小鸟们又飞了回来，在珊珊脑子里慷慨激昂地唱着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不得不承认，国歌就是国歌，鼓舞人心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珊珊被鼓舞了，直视风腾，异常英勇地说：“我才不喜欢你。”在风腾瞬间错愕的神情下，珊珊一气呵成：“因为总裁大人，你太幼稚了。”整个世界寂静了，风腾的脸色已经无法用无言描述了。他从牙缝里挤出3个字：薛珊珊。珊珊仿佛看到 boss 头顶燃起了熊熊火焰。我怕你呀！了不起，你开除我！珊珊结结巴巴地继续宣言：你要是因为这个开除我，你就更幼稚。风腾开始还绷紧了身体，然后渐渐放松，听到这里竟然微微笑起来。我不会开除你。珊珊被他笑得毛骨悚然。我要回去了。好。风腾意外好说话地打开了车门锁。珊珊连忙下车跑路，走到楼梯口的时候，风腾忽然出声叫住他：珊珊。干嘛？珊珊迟疑着回头。还有，别叫得这么亲热，我刚刚才拒绝你。风腾打开车门，从车上迈下，手里拿着他的羽绒服。你的羽绒服又忘记拿了。他走近他，珊珊伸手想接过衣服，可是他显然没有还给他的意思。他堪堪停在他面前，高大的身形笼住他，就着那么近的姿势低头对他说：薛珊珊，我有2个问题要问你。珊珊仰头望他：你每天来我的办公室是为什么？因为我命令你。你每天和我一起吃饭又是为什么？因为我命令你。珊珊呆呆地看着他，酒精已经让他不能思考。深深看了他一眼，他把羽绒服还他，好好想一想。珊珊，晚安。晚安。珊珊哆嗦地看着白色跑车消失在夜色中，一方面是冷的，一方面是总裁大人的目光怎么这么可怕呢？不过他现在才不怕他。珊珊又豪气万丈起来：总裁大人，你等着吧，明天就叫你知道什么是小人得志啊！不对，他才不是小人，应该是什么叫农奴翻身。也不对。哎呀，不管了。总之，他的心情无比的灿烂，灿烂的跑上楼，灿烂的开电脑打 boss， 灿烂的睡着了。又到了梦境，还是那片一望无际的绿色草地。老虎把小白兔从嘴巴里吐出来，得意地说：原来你喜欢我。小白兔吃惊地说：你怎么知道？老虎得意地甩甩尾巴：因为我刚刚把你吃到心里去了。这只老虎好没文化哦，
小白兔鄙视地看着他。东西吃进去是掉胃里，不是心里啦。不过也不一定，毕竟老虎是老虎，而不是小白兔，说不定老虎比较奇怪呢。那么，刚刚那个砰砰砰叫着小白兔、小白兔的地方是大老虎的心里吗？老虎摇着尾巴，邀请小白兔说：“你要不要跟我去我的花园？我的花园很大很漂亮，很适合小白兔居住哦，还有很多好吃的草。”有很多好吃的草啊！小白兔心动了，但是又迟疑。可是什么？快说！大老虎不耐烦地拍着爪子。可是你不能欺负我。小白兔很勇敢地说：“你要听我的话，不准叫我做这做那，而且你要跟我一起吃草。”吃草？老虎很不情愿的样子。对，吃草，不然哪天他把它吃了怎么办？小白兔说：“不准挑食，不准这种草吃，那种草不吃。”好吧，好吧，都答应你。大老虎挥挥爪子，爽快地答应了。那你可以和我去我的花园了吗？好。小白兔点头，耳朵害羞地垂下来。你骑在我背上，我带你去。那你趴下来，你太高了，我够不着。大老虎温顺地趴在草地上，小白兔跳上去，揪着它背上的毛，威风凛凛地说：“老虎，出发吧，跑快点！”老虎背着小白兔飞快地越过草地，趟过河流，穿过森林。森林过去就是大老虎美丽的花园。老虎想，等到了花园，一定要告诉小白兔。如果一只老虎对小白兔很凶，表示它要一口吃掉它；如果一只老虎对小白兔很温柔，表示它要把它养肥了，慢慢吃掉它。还有啊，一定要慢慢让小白兔喜欢上吃肉。城市的月光斜斜地照进每一个没有拉上窗帘的卧室。珊珊抱着枕头，在温柔的月光下美美地睡着了，嘴角带着甜甜的笑。第19章，珊珊一觉睡到第二天10点多，睁开眼睛，迷迷糊糊地套上衣服，踩着拖鞋，惯性地走进卫生间，迷迷糊糊地挤好牙膏，开始刷牙，刷呀刷，刷呀刷，刷刷刷。猛地，珊珊咬住了牙刷。不会吧！珊珊抬起头，睁大眼睛看向镜子里的自己。她是不是还没睡醒啊？不然就是喝醉了酒产生幻觉。她怎么记得昨晚总裁大人向她表白了呢？而且她还很有骨气地拒绝了。珊珊差点把牙刷给咬断了。匆匆刷好牙，珊珊睡衣都没换，披了件长羽绒服就奔到楼下。其实她也不知道自己跑下来做什么，只是被一股冲动驱使着想看看幻觉中的案发现场。楼下恰好没人，巷子里冷冷清清的，一派冬天萧瑟的景象。珊珊傻乎乎的在昨晚风腾停车的地方站了一会儿，看看地面，然后抬头看看天。虽然每句话都记得很清晰，可是肯定是幻觉了。他怎么可能有那么大胆子反抗总裁大人呢？不，重点是总裁大人怎么可能向他暗示什么呢？珊珊边催眠自己边往楼上走，正巧隔壁的大妈下楼，看到她，大妈笑呵呵地问：“小姑娘，侬去啥地方？”虽说大城市邻里之间冷漠，但是珊珊这种孩子还是比较讨人喜欢的，每次看到都乖乖叫人，路过帮提东西，一来二去也就熟了。呵呵，阿姨出门啊？我随便走走。珊珊意识到自己这副乱糟糟的样子太诡异，打了个哈哈就想混过去，不料大妈挺热情地凑过来。
昨天夜里送农回来，是农男朋友罚。啊，昨天夜里，男朋友。珊珊浑身一抖，人长得老高的，长相老好的，有车子，满有钞票额。珊珊的笑容僵住了。啊！珊珊一路内心咆哮着，冲回了自己的房间，直挺挺地向西皇上扑倒。居然不是幻觉，完蛋了，完蛋了！他居然拒绝了总裁大人的告白，告白呀！总裁大人，你表白怎么也不提前预约一下呢？他很容易冲动的呀。一时间，珊珊的心里如狂风过境，乱七八糟。可是，扑哧扑哧冒着小水泡从心底浮起来的，却又是无可否认的欢喜。喜不喜欢他？珊珊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甚至连一丝这方面的念头都没有。可是，如果一丝想法也不曾有，现在心里汹涌澎湃的又是什么东西呢？要命！这是怎么回事啊？明明他昨天以前对总裁大人一点想法都没有啊！脑海中不由就浮现风腾说的话：你为什么每天来我的办公室？因为我命令你。你为什么和我一起吃饭？因为我命令你。当然是因为你命令我。珊珊在心里义正辞严地回答，可又有个声音在微弱地辩解，好像不全是吧？所以，其实她一直是在自欺欺人，掩耳盗铃。珊珊自己都觉得自己太难理解了。可是，不管怎么样 ，boss 大人表白了呀。珊珊伸手捂住了自己的脸，觉得脸颊滚烫，心里那欢快的小歌声好像越唱越响了。于是她再也躺不住了，爬起来飞快地穿好衣服鞋子。她要去人多的地方，去吃饭，去逛街，去超市，哪怕去压马路，随便做点什么都好，不然她就要被这膨胀的情绪爆掉了。她已经装不下了，一定要把心里那满满的不知名的东西散发出来。走在街上的时候，脚步好像都比平常轻快起来，明明还在路上一步步走着，脑子里却觉得自己已经在马路上轻快地飞奔一般。放空脑袋，随着人流出了地铁站，站在了人潮汹涌的中心广场之上。珊珊有些奇怪，自己怎么会不知不觉到了这里？但是这不重要。此时此刻站在这个地方，他只觉得一切都那么奇妙。天空明亮，西北风柔和而温暖，大理石的地面踏上去却有草地般的柔软，眼睛里看到的每样东西都无比生动鲜明，连路过的大爷都这么可爱。珊珊在商业区走了一圈又一圈，最后无力地坐在路边的长椅上，长吁短叹。薛珊珊啊，薛珊珊，你完蛋了！总裁大人只不过随便告白一下下，你居然对整个世界都花痴了。他就这样坐在寒冬广场的长椅上，竟然丝毫不感觉到冷，脸蛋上甚至漾着热乎乎的红晕。傻坐了半晌，珊珊掏出手机，翻到通讯录，对着风腾2个字低头发呆。神游到不知几重天的时候，手机铃忽然响起，珊珊心里一抖，心跳猛地咚咚作响，抖着大拇指按返回，看清来电显示上是陆双怡3个字时，心跳才慢慢的平稳下来。她接通电话，以一种兼具失落和放松的声音叫道：喂，双怡。珊珊啊，起 C 黄了吗？你以为我是你呀？天天睡懒觉的人，别跟上班族谈起 C 黄好吗？伤不起的。嘿嘿，我问你呀，你今年什么时候回家？我小年夜晚上的火车。哦，那我比你早回去。嘿嘿，春运啊，珊珊你保重。双怡的语气很幸灾乐祸，但是珊珊的心思完全不在这上面，也没仔细听她说什么，几乎是不由自主地说：
双姨，我有事要问你。什么事？快说，我马上要去更新了。珊珊话到嘴边，却又说不出了，支支吾吾了半天，说：算了吧，你去忙吧，回去再跟你说。现在就跟我说。双姨恶狠狠地说，最讨厌说话说一半了，就跟写到悬念就弃坑一样，可恶。哦。珊珊迟疑了一下，双姨，如果有个很强大很完美的男人向一个很一般的女的表白，那怎么办呢？哦，是小说的话，女猪就赶紧接受啊，然后作者就可以完结了，嘿嘿嘿。如果不是小说呢？啊，那就是天上掉金卡了呀，赶快捡起来呗。双姨猥琐地笑了2声，然后正色说，不过看一下摸一下就好了啦，摸完就赶紧扔掉吧。为什么？笨。双姨很睿智地说，捡金卡有什么用？你又不知道密码。第20章，珊珊握着手机怔住了。她没谈过恋爱，但是大学几年也是看着室友们一个个谈恋爱的。宿舍一个女孩子就说过，找男朋友一定要找你了解的，找你看得懂的男人，否则再好再好也要三思而后行。换而言之，就是要知道他的密码。Boss 大人，别说密码了，就连在哪里输入密码他都不知道吧？好像一盆冰水迎头浇下，珊珊高涨的情绪陡然冷了下来。电话那边的双姨忽然灵光闪现，怀疑地说，珊珊，你说的不会是你自己吧？不是。珊珊很没精神地否认着。哈哈哈，我就知道不会是你。哎，你就跟我一样啦，就算捡到卡，说不定还是负债的信用卡。珊珊挂了电话，珊珊再没有了逛街的兴致，样样的回家了。回家的路上去吃了牛肉面，却一点胃口都没有，明明还有点饿，剩下的却怎么都吃不完。接下来就上班了，连续好几天，珊珊都在忙碌和恍惚中度过了。她没有去楼上吃饭，封腾也没有叫她 Linda 等等，全都音讯全无。只阿妹发了个短信抱怨，说要接待谁谁的视察快忙死了。这好像才是正常的世界，正常的人生，可是珊珊却猛然发觉这样的世界如此的不讨人欢喜，让人低落无力。幸好有别的事情可以转移注意力。她租了房子，房东要卖了，好像是急着用钱，都等不到年后了，所以珊珊必须在年前搬出去。可是一时半会的哪里找得到房子，而且她年终结账也很忙，最后还是跟同城工作的大学同学大花联系了下，大花答应过年期间她把打包好的东西放在她那。至于找房子的事情，只能等春节过后了。房东因为毁约，赔了珊珊2个月的房租，也有好几千块。如此意外之财，照例珊珊应该很开心的，可是钱捏在手里，却一点感觉都没有，连欢喜都是欲振乏力的。年度结算完毕，春节也快到了，办公室的众人终于有了一丝闲暇，三三两两地聊着新年的计划。珊珊结束了手头的工作，不知不觉地打开了网络。薛珊珊，他哒，听到有人叫她，珊珊飞快地关了网页。咦，珊珊，你上公司网干什么？阿佳眼尖地瞄到她关闭的网页版头，正是他们总裁最近接待高层视察的照片。其实他也不知道干嘛，不知不觉就连过去了。珊珊赶紧岔开话题，有什么事吗？听他这样问，阿佳脸上顿时堆满了谄笑。珊珊，你几号回家呀？小年夜呀，晚上的票。珊珊家在蓟省，回去要坐10来个小时的火车，
下了车还要转一次大巴，很是折腾，估计到家就可以直接吃年夜饭了。是这样啦，我们一家本来打算回老家的，年30早上的票，可是临时决定去海南过年了。你看，我们也没空去火车站，你走的时候能不能帮我们把票给退了？好啊，没问题。珊珊一口应下来，反正她要去火车站，退个票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阿佳连连感谢，哈哈，珊珊谢谢你呀，回头请你吃饭。等同事走了，珊珊又陷入了自己的小世界中。明天就要回家了，总裁大人，你究竟是一时兴起呢，还是一时兴起呢？办公室很热闹，珊珊却觉得自己和这样的热闹中隔了一层透明的结界。她发了一会儿呆，拿出手机，默默地打了4个字：新年快乐，然后设置成大年夜8点钟自动发送，收信人封腾。然后他长长地呼出一口气，他这算不算置之死地而后生？怕什么呢，薛珊珊，大不了总裁大人只是开玩笑而已，但是如果不搞清楚，只怕他这个年都过不好吧。他不知道这算是给自己一个交代，还是给自己一个完结。总之，做了这样的事情，好像浑身都轻松了一点。眨眼就到了假期，小年夜那天，珊珊把整理好的家当送去大花那，然后就拖着行李奔赴火车站。今年是珊珊工作的第1年，也是第一次真正见识到春运。往年虽然也要从学校回家，但毕竟学生放假是比较早的，哪里像这个时候，火车站里面简直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气息浑浊的让人难受。珊珊有点后悔，为了省钱没有买飞机票了。挤到退票窗口帮同事退票，退票口居然也排着队，旁边还有不少人拥挤在那儿，不停地问别人有没有到哪里的票，估计是想从退票的人手里买票的。其中有个人一直问有没有 H 市的票，珊珊不由多看了他一眼。那人非常敏感，立刻跑上来问珊珊：小姐，你是不是退去 H 市的票？珊珊点点头。那人很惊喜地问：你有几张？3张。太好了，我正好要3张。那人更加喜悦了，连忙问：你看能不能原价卖给我？我们一家在这里等了大半天了，硬是没票。珊珊看看眼前的一家人衣衫陈旧，生活并不富裕的样子，便说：我帮别人退的，你给我退票价就好了。那人反倒犹豫起来，怀疑地看着他：您这票是真的吧？珊珊郁闷了，没想到自己一片好心导起了反效果，当下也不客气地说：你不要就算了。要的要的。那人见他这样说，连忙数出几百块钱来。珊珊接过了钱，也多了个心眼，看看手里的钱没问题，才把票给他。那人拿着票走了，珊珊拖着行李箱，打算去候车室的超市里买点东西路上吃。他的票还有1个多小时，所以也不着急，慢吞吞地选了几样食物去柜台排队结账。谁知刚刚结好账走出超市，就见刚刚从他手里买了票的人领着2个警察奔到他面前，指着珊珊气愤地说：就是他，假票就是从他手里买的。珊珊傻了。第21章，薛珊珊被带到警察局，才知道是帮同事退的票出了问题，那3张票居然都是假票。她连忙老老实实交代了来源，主动掏手机要打电话给阿佳，谁知道一摸外套口袋，居然没摸到手机。她顿时慌了，四处翻找起来，结果还是没找到，而且连钱包都不见了。刚刚在超市买东西的时候还有的呀，怎么一眨眼就不见了？难道是刚刚匆匆忙忙往兜里一塞，结果掉了？
珊珊一下子懵了，这下完了，他所有的钱啊、卡呀、火车票啊，统统都在里面呢。没了火车票，就没法证明他旅客的身份。虽然身份证出于习惯放在了行李箱里，没有被偷，但是这似乎最多只能证明他不是黑户惯犯吧。而且还要赔给那个乘客钱啊！珊珊心慌的再三辩解，我真的不知道是假票。来源：我就是帮同事退票，他本来要回老家的，后来临时决定去海南了，所以把票给我，让我帮忙退一下。我不知道他哪里买的，现在没法联络他，他手机号码我记不住啊。公司：我是丰腾的员工。对的，我有工作的，干嘛没事去做票贩子啊？珊珊总算找到了有力的说辞。丰腾在 S 市还是很有名的。两名警察对望了一眼，问：你怎么证明？丰腾 ，boss 大人的名字一下子从脑海中蹦出来，他记得他号码，可是怎么可以让他知道这么丢脸的事呢？珊珊下意识的就把他排除了，混乱的脑子乱糟糟的想了一会儿，说：我记得我一个同事的号码。阿妹的号码很有规律，特别好记。珊珊用警察局的电话拨给了阿妹，万幸她没有关机，接通了。喂，你好。阿妹，我是珊珊。珊珊急急地问：你现在还在 S 市吗？珊珊：我在呀，你怎么这个号码呀？这个时间你该上车了吧？没有，我出了点事。阿妹那边有些嘈杂，还有音乐声，貌似在什么聚会中似的。珊珊也顾不得那么多了，急忙把事情说了一遍，接着非常惭愧又不好意思地说：阿妹，你现在有空吗？如果不忙的话，能不能带上身份证明来一趟？我在城警察局。你等等。他似乎在跟人商量什么。很快他回来说：珊珊，你别担心，小事情，我马上过来。警察看他联络到了人，便先把他搁在一边，处理别的事情去了。珊珊总算安下了点心，一松懈下来，便觉得整个人又饿又累，筋疲力尽了。本来是欢欢喜喜的回去的，现在车早开走了，自己却待在警察局里啃着干冷的面包。幸好有位女警好心接了杯热水给他，才让他缓过神来。他默默地吃完东西，发了会呆，想起什么，借警察的电话拨了下自己的手机。手机果然已经关机了。珊珊心知这手机估计是找不回来了，更加郁闷起来。等了大约1小时，珊珊终于等到了人，可是居然不是阿妹，而是方特助。特助先生一如既往的衣冠楚楚，笑容满面。珊珊站起来，惊讶地问：方特助，怎么是你？方特助含笑解释说：你打电话的时候，阿妹跟我都在宴会中，阿妹今天酒喝的有点多，所以没让她过来。哦，不好意思，麻烦你们了。珊珊羞愧地说。方特助安抚她：没事，你放心吧，马上就可以回去了。珊珊点点头，也不知道她怎么弄的，总之很快，事主便拿着双倍的赔偿满意的离开了。事主不再追究，警察大概也看出珊珊无辜，便也网开一面。珊珊犹疑地说：我可以走了。方特助含笑说：是的，来之前已经打过招呼了。原来特助先生这样牛叉。珊珊跟着他往外走，感激涕零地说：谢谢你，方特助，过了年我请你吃饭。方特助笑眯眯地扔下炸弹：薛小姐不用谢我，封总在外面车上，请。珊珊只觉得自己膝盖一软，脚步顿时迟缓了。总裁大人。方特助好像很意外他会意外似的，
今天我们和封总参加一个住户领事馆的晚宴，薛小姐不知道吗？说话的时候，他正好推开警局的大门，珊珊下意识地朝外面望去，便见对面路灯光下，小雪飘落中，封腾挺拔的身影正倚车而立。完全没准备啊！这种隐藏 BOSS 从天而降的剧情是怎么回事？珊珊一瞬间简直觉得看见他比看见警察叔叔都可怕。再迟缓，珊珊还是一步一步地挪到了封腾面前，她下意识地就采用了做错事的小朋友的标准姿势，低头站好，表示忏悔状。视线正好停留在他黑色的大衣上，几片雪花摇摇地落在他身上，珊珊不知怎么的，竟不由自主地心湖荡漾起来。明明前一刻还那么怕怕的，现在却又隐隐期待。然而封腾却什么话都没有说，他的目光在他的头顶停留了一会儿，然后姿态优雅地掸走了身上的雪花，一言不发地上了车。方特助把珊珊的行李箱放进了后备箱，看她还站着，咳了一下说：“薛小姐也先上车吧。”哦，好的。珊珊胡乱地点下头，在车外犹豫了几秒后，毅然地奔向了前面的副座。方特助又咳了一下：“薛小姐。”珊珊目露恳求地看了方特助一眼，同是员工，方特助你懂的。哪个员工刚刚被抓去警察局，还敢坐在老板身边啊？有几秒钟的静默，最后封腾简短的发话：“开车。”汽车里一时间格外的安静。方特助善解人意地打破沉默：“封总，薛小姐的火车赶不上了，你看是不是直接送薛小姐回家？”珊珊没有体会到方特助问封腾而不是问他的微妙，勉强打起精神来，说：“能不能麻烦送我去附近的酒店？”他解释了一下自己租的房子房东要卖，钥匙也还了，然后自己同学应该也离开 S 市回家了。紧接着他又想起来，自己钱包也被偷了。对哦，他怎么把正事忘记了？眼下最关键的是什么？借钱啊！关于 boss 大人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就别想了，借钱要紧。他不禁有点后悔，刚刚在警察局怎么忘记了这事呢？现在 boss 大人就坐在后面，他怎么跟方特助开口啊？至于问 boss 大人借，还是算了吧，资本家的钱不是每个人都借得起的。TT 珊珊正痛苦地想着怎么开口，就听封腾吩咐方特助说：“你在下一个路口下车回家吧。”好。什么？方特助要走了？珊珊还没来得及想出什么应对，下一个路口就到了。方特助下了车，彬彬有礼地跟封腾和珊珊道别，施施然地离开了，独留珊珊向封腾。珊珊眼睁睁地看着他这样走掉，心里更加绝望了。难道真的要跟 boss 大人借钱？车门又被拉开，高大的男性身躯夹带着车外的冰雪，不疾不徐地在他旁边落座。强烈的男性气息瞬间冲散了珊珊围着人民币打转的思绪，他的心跳顿时不正常起来，跳的就好像胸腔里揣着1000颗心脏似的。珊珊觉得自己脑子有点糊，赶紧开了一点点窗户，让冷风吹进来一点点。封腾并没有立刻开车，他的手随意搭在方向盘上，目光落在前方。薛珊珊，你没话对我说？有啊，话就是借我1000块钱吧，爸爸。不，保险点1500才行。但是借钱前都要说点场面话吧。珊珊讪讪地做关心状。那个总裁，你能开车吗？不是才参加酒会吗？酒后驾驶什么的不好吧 ？TT。封腾看向他，嘴角一勾，似笑非笑。放心，这种场合还用不着我喝酒。哦。
珊珊继续想1500啊，1500。刚刚你跟警察说你是风腾的员工，完了，果然开始秋后总算账了吗？是啊。风腾冷哼一声，这种时候你倒没忘记我。珊珊连忙抓紧机会表忠心，我一直谨记自己是公司的一员的。哦，那这几天怎么影子都看不见？咦，总裁大人，这叫不叫做贼的喊捉贼？这几天明明是你自己消失了好吗？跟我有1毛钱关系啊？这几天我一直勤奋工作来着，所以你能不能看在我勤奋工作的份上，先给我预支点加班费，等于过了年还你。终于说出口了。珊珊松口气。风腾瞥了他一眼，钱包和手机都掉了。珊珊连忙点点头。想问我借钱？继续猛烈点头。薛珊珊，我的钱不是那么容易借的。他的声音陡然危险起来，你好好想想，你到底应该说什么？如果说珊珊开始还有点糊涂的话，这句好好想想终于提醒了他，勾起了他不久之前的回忆。那天他走之前也是让他好好想一想来着。你每天来我的办公室是为什么？因为我命令你。你每天和我一起吃饭又是为什么？因为我命令你。好好想一想，珊珊。他是指这个吧？这几句话他当然想过，可是他真的觉得就是因为他命令他呀，起码开始是吧？可是用脚趾想也知道，这个答案是借不到钱的。唉，他怎么这么笨，没事先想好一个答案应付总裁大人呢？不过也不怪他吧，谁能知道借个钱还要玩脑筋急转弯啊？汽车已经缓缓行驶起来。我想了，眼见一个便宜的旅馆开过去了，珊珊急了。为什么我天天去你办公室？为什么天天和你一起吃饭？不是因为你命令我，而是因为……珊珊一边靠无耻的复制问题来拖延时间，一边绞尽脑汁，最后急中生智脱口而出：因为我为色所迷。珊珊觉得她的话一出口，世界都寂静了。性能良好稳定的世界级轿车居然在一刹那方向似乎飘了一下，虽然迅速地扳正了。他已经不敢去看 boss 大人，一瞬间他自己都被自己震撼了。刚刚自己一定抽风了吧？怎么刹那间大脑里产生的居然会是这个词啊？不过也许这才是真相。饶是向来镇定如风腾，一时也失语了。半晌，他的声音才响起，语气中带着莫测的阴森。哦，很好，不过既然都为色所迷了，那后来又是怎么回事？珊珊思考了一下，才理解他说的后来怎么回事是指他拒绝他的事情。boss 大人，你说话就不能直接一点吗？等于。不过也是哦，既然他都为色所迷了，他怎么又会拒绝总裁大人呢？果然说了一个谎言，就有无数的谎言等着圆啊。薛珊珊头都大了，难道说自己那天是喝醉酒了，为了爽一下嘛？等于这个最接近真相了，但是说出来肯定会被 boss 大人抛尸荒野吧。珊珊都想哭了。借个钱有木有这么难啊？才1500啊。有什么答案才是又拍马屁又合理的呢？珊珊急速地榨着自己已经所剩不多的脑汁，终于灵光一闪，简直是喜极而泣地说：总裁，其实我是在欲擒故纵来着。第22章，又是一片寂静。这次轿车好像有了预防似的，依旧极为稳定地行驶在马路上。路灯一个个开过，风腾的神情忽明忽暗，变幻莫测。良久，恭喜你，薛珊珊，这个答案我很满意。他的声音不阴不阳的，
简直像从牙齿缝里发出的。珊珊小心肝颤啊颤，总裁大人是真的满意吗？所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什么？我本来打算送你去酒店，然后酒店费用从你薪水里扣。现在我改变了主意。咦？珊珊期待地看着他，难道因为他的马屁？不，是真心话，改成了从他薪水里扣。这几天你住我那里。珊珊呆了，半晌才颤巍巍地问：总裁，住你那是什么意思？风腾已经懒得回答了，他踩下刹车，将车子掉了个头，朝相反的方向开去了。珊珊完美地保持了一路呆滞状。汽车上了高架，又下了高架，拐了2个弯，周围的环境一下子就清幽起来。道路两旁尽是高大整齐的树木，把房屋遮得隐隐约约，哪里还有一丝大都市的拥挤喧嚣。开了一会儿，又拐进了一条干净的林荫小道，长长的围墙尽头，黑色的雕花铁门已经在望。珊珊猛地回神，等等，我还没答应啊。风腾不为所动地说，你确定现在要下车？珊珊四顾，打车？这儿哪里会有人打车呀？珊珊郁闷地说，总裁，你每天上班都这么远吗？这是老宅，我平时不住这里。老宅？不会是和父母一起住的地方吧？难道会见到 boss 爹娘？珊珊刚一提起心，突然想起同事八卦过，说总裁的父母早在10几年前就遭遇车祸，双双身亡了，而抚养他们兄妹长大的老董事长去年也过世了。大概就是因为这样，他才不常回来吧。珊珊忽然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沉默间，车子开进了那扇雕花铁门，整栋房子在他们进来的刹那灯火通明。珊珊刚刚还打定主意不东张西望的，现在却不由自主地被吸引了目光。风腾停了车，下来吧。珊珊跟他下了车，亦步亦趋地走在树间小径上。虽然小路两边设有古朴小巧的路灯照明，但是依然无法看清所在之地的全貌。一时间，珊珊只觉得走在这里压力很大，等看到笔直伫立在门口迎接他们的传说中的管家先生，压力就更大了。豪宅管家神马的，真素资本家的标准配备啊。不过如果以看电视的感觉来看眼前这一切的话，那就感觉还好。进了屋，立刻就有人上前周到的服务。珊珊换了拖鞋，脚趾在拖鞋里不安地动了2下，问风腾，我能不能用下电话？我想打电话跟我妈妈说一声。风腾点了点头，随手将自己的手机递给了他。他只是想借座机。珊珊只好接了过来，走开了些，拨通了家里的电话。电话是薛妈妈接的。喂，妈。珊珊。薛妈妈挺奇怪的，你怎么这个时候打电话呢？在火车上了吧？没。珊珊郁闷地把事情说了一遍，当然不敢说自己被带进了警察局，只说是钱包连火车票一起被偷了。少不了被老妈骂一顿，珊珊乖乖地挨着训。薛妈妈教训够了，问，那你现在住哪里？我住在同事家。同事家？正在听王博说话的风腾不由分了下神，王博立刻停下。风腾回神，你继续。珊珊打完了电话，想起回家的事情，不由握着手机为难。现在火车票是肯定买不到了，只能订飞机票。可是飞机票要怎么订啊？电话号码是多少呢？他在一旁等风腾和那个管家老伯讲完，才上前有些拘谨地问，总裁，你知道怎么订票吗？
订票这种事情哪里用得着封腾亲力亲为，他自然不知道。看了下薛珊珊眼下疲惫的阴影，去休息吧，订票的事情不用你死也要心。转而对管家吩咐，订一张明早飞冀省的飞机票。珊珊不好意思地对管家先生说，麻烦你了。管家先生表情严肃地表示，这是他应该做的，掏出本子，一丝不苟地记下他身份证号码后，叫来了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小朱，带薛小姐去2楼客房，住东面吧。封腾状似随意地加了一句。一个圆脸女子走过来，听到封腾的话，脸上流露出一丝讶异，不由分外客气地对珊珊说，薛小姐，请跟我来。小朱拖着行李箱走到2楼走廊的尽头，推开房门，笑盈盈地回身说，到了，薛小姐。他按下了灯光，舒适大方的卧室顿时展现在眼前，珊珊不由自主地说，真漂亮。小朱笑意盈盈地说，整栋房子里只有这间和封先生的卧室是一个格局呢。珊珊愣了一下，是吗？是啊，封先生的房间在3楼，正对着这间。小朱指指天花板，这个朝向的风景最好了，薛小姐早上可以打开窗户看看，可惜雪都快停了呢，不然明天早上窗外的雪景会很美。小朱一边说，一边动作麻利地放好了行李，然后又去楼下帮他端了杯热牛奶上来。薛小姐还有什么需要我做吗？珊珊连忙摇头，没有了，谢谢你。小朱笑道，薛小姐太客气了，那我先下去了，有什么事情可以用内线电话叫我。等他走后，珊珊才好意思在房间里四处走动看看。这是一个很宽敞的套间，书房衣帽间一应俱全，外面还有个很大的阳台，阳台上随意地摆着一组乳白色的沙发，看上去就让人很想躺的样子。珊珊打开阳台的小灯，在沙发上坐了下来，抬眼望着这一切，心里忽然就觉得有点烦恼。boss 家的阳台都比他房间大什么的，真让人绝望啊。他不由为2人之间的差距认真地忧郁了几秒钟。不过薛珊珊同学的生理构造注定了她的伤感很难持久，这不，一低落，大脑就开始罢工了，困倦一阵阵地涌上来。珊珊小小地打了个哈欠，从沙发上起来，摇摇摆摆地爬上 C 床睡觉去了。然后一眨眼功夫，她就香喷喷地睡着了。楼下客厅的灯依旧亮着。封腾并不常常回这里，又逢年节，积累了不少事情要处理，一一交代完毕，不上楼梯时，忽然停下来，转身对楼下的王伯说，他的机票定在年初1。管家先生微愣了一下，立刻点头表示明白。好的。封腾神色坦然地上楼，路过2楼的时候，嘴角带起了一个小小的弧度。第23章，珊珊睡了个好觉，第2天一起来就一扫昨日之晦气，精神百倍，生气勃勃了。洗漱好，打开房门，小朱居然已经在外面等着他，看见他立刻迎上来，笑容满满的打招呼，薛小姐，早上好。珊珊连忙回以问候，早上好。薛小姐现在是去餐厅用早餐吗？珊珊有一丝犹豫，在别人家做客，这样会不会太不客气了？小朱察言观色，立刻说，之前封先生吩咐，看到薛小姐就带你过去呢。封小姐也来了。封小姐？珊珊微微讶异。小朱点点头，是的，她一大早就过来了。风月搅着碗里的粥，却没什么食欲。本来嘛，她一大早过来又不是真的为了早餐。又搅拌了2圈，终于忍不住了。哥，
今年薛小姐要留下来和我们一起过年。风腾瞥了他一眼，你消息很灵通。风月脸上有点讪讪，叫了一声哥。你喜欢薛小姐？这个问题问出来，风月自己都觉得怪怪的。大哥这种人要跟喜欢什么的连在一起，实在是很不协调，但是又怎么解释如今的状况呢？大哥居然带一个女孩子回家过年，虽然也知道他们认识好几个月了，但是风月依然觉得这比圈子里某些富豪认识某明星几天就结婚的事情更加稀奇。风腾不置可否，显然没有回答的意思。哥哥，我关心你。风月看着他认真地说，我知道你不爱跟我说这些，可是我必须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一定要让我放心。就像当初我和颜青要结婚，我不拦着你调查颜青一样，因为我也必须令你放心，因为我们彼此是这个世上唯一剩下的亲人了。风腾叹了口气，他不讨厌。那你们在谈恋爱，以结婚为前提的？风腾顿了一下，你想太多了。风月迟疑地说，哥，你不会玩弄人家女孩子吧？风腾面露不悦地打断他，我也不喜欢做无用功。好吧。风月放弃这个问题了，哥哥一旦开始打太极，那就表示他什么都问不出来。他索性转了方向，我一直以为你会给我找个门当户对的大嫂。风腾淡淡道，联姻能给我带来的好处有限，风腾也没有这个需要。风月摇头说，我并不是这个意思，我也不在乎这个，否则我也不会嫁给颜青。我会这样想，是因为你以前的女友家世都不错，巧合而已。也是，大哥之前也才2任女友吧，谈不上什么规律。不过说起来，爷爷去世后，自家大哥就空窗到现在啊。风月试探地问，那如果你不在乎门第的话，你为什么一直不接受丽叔呢？丽叔，风腾略感诧异地说，你怎么会想起他？丽叔跟我们一起长大，你别说你不知道他一直喜欢你。风月抱怨说，袁丽叔是家里老仆的孙女，跟风月同龄，2人从小一起长大，学校都是一样的，风月一直当她好姐妹。风腾道，风月，她跟你一起长大，不是跟我一起，但是她高中之前一直也住在这里的。风腾不悦地说，我以为你是跟我来讨论薛珊珊，而不是袁丽叔。风月知道他不想再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受人之托已久，总要有个答案。我只是想知道你对丽叔哪里不满意。风腾看了他一眼，风月，我对薛珊珊有很多不满意，但是对袁丽叔没什么不满意。你明白了？风月默然，然后叹了口气。因为不在乎，所以没有不满意，而薛珊珊，因为看在眼里了，哥哥自然用上了家传的挑剔大法，所以有诸多的不满。看来是没戏啦。其实他对薛珊珊也挺有好感的，但是他要怎么给丽叔解释呢？风月转转眼珠，哥，能不能问问你选择女友的标准是什么？懂事，不烦人就可以了。风腾随口道，这也太敷衍了吧。风月不满地说，乖巧懂事的女孩子不是很多吗？哥哥，你跟上次的女友分手也很久了吧？为什么到今天才选择和薛小姐在一起呀？所以她是特别的。风月立即追问，她特别在哪里？风腾并没有立刻回答他，他优雅地拿起手边的杯子轻啜，然后才悠悠然地说，她特别下饭。啊！风大小姐怀疑自己耳朵出问题了，眨了眨眼，呆了。谈话在风小姐的呆愣中告一段落。当他们话题的女主角出现在餐厅时，风小姐已经暂时恢复正常了。
他笑容满面地跟珊珊打招呼：“珊珊，快来吃早饭。”风小姐，哎呀，我叫你珊珊，你叫我风小姐，我伤心了呀。啊，珊珊显然有点应付不来他忽然这么亲昵，不由看向风腾。风腾说：“坐下吃饭，早餐时间是7点，以后不要迟到。”哦。珊珊坐下吃饭，一时倒没注意以后2字。风小姐今天敏锐着呢，立刻朝哥哥暧昧地笑了一下。风腾视若无睹。这时王勃和送餐的佣人一起出现了，向风腾报告：“先生，今天飞巨省的机票已经订不到了，只有明天早上10点半的飞机。”风腾看向珊珊，珊珊虽然失望，但是这也是预料中的事情，连忙点头表示感谢。风腾朝王勃点点头。等等，风月想说自己能帮忙订到机票，然而才开口，便见风腾的眼神微抬。他立刻住了口，心里暗骂自己是猪。难道他能订到，大哥还会订不到吗？大哥明显是存心的吗？风小姐不禁腹诽了。原来人家压根不是自己想留下来过年的呀！男人要无耻起来真是无耻，大哥更是个中翘楚，啥名分都没有呢，就不让人回家过年了。接下来的用餐时间，珊珊一直很不自在，这当然不是因为和总裁一起吃饭，说真的，和 boss 吃饭什么的早就习惯了，而是因为风小姐时不时看她的眼神，那眼神非常奇特，就好像在看一块食物似的。这应该是错觉吧？应该只是风小姐脑子里想着食物，又恰好看着她而已。果然，珊珊马上就听风小姐说：“珊珊，待会我们一起去农庄挑菜吧。”啊！珊珊一愣，她对挑菜2字是有条件反射的，脑子里瞬间想起的是 boss 大人暗黑的身影，难道风小姐竟然也有这种恶习？但是为啥要去什么农庄啊？珊珊战战兢兢地问风月：“挑什么菜？”风月笑盈盈地说：“我们家有个传统，大年夜上桌的菜，大部分要自己从自家农庄挑来的。待会你跟我和哥哥一起去吧。”第24章，我们家的人啊，个个对吃挑剔的很，我算是最不挑的了。这个农庄就是爷爷弄的，他嫌现在的食物用药太多不安全，索性自己就弄了块地，找了些人来种。吃过早饭歇了一会儿，等延青到了，一行人便出发去了农庄。风小姐拉着珊珊单独开了一辆车，说是要讲悄悄话。她一边开着车，一边笑盈盈地向珊珊解释着风家农庄的来历。爷爷还在的时候常说，有了这个园子，我们家就把士农工商这4个字占全了。珊珊好奇地咦了一声，农和商好理解，工嘛 ，boss 家涉及不少工程，也说得过去，是咋解释呢？风小姐看出她的疑惑，主动解释道：“我们家祖上一直是读书人，明朝的时候陆续有人出仕，到了清代才转而经商的。”珊珊听着有点呆，本来以为 boss 家只是有钱而已，没想到还这么源远流长。思绪飘了一阵，珊珊忽然想起一件事。阿月，有个事情我想跟你说一下，第2次给你书写的不是我，是风腾另一个同事。珊珊解释了下年会上的误会，风小姐有些讶异，回想了一下说：“哎呀，这事我哥也不算骗我，当时我问是不是你，他根本没回答我，我就想当然以为是你了。”他有点气恼，他大概是怕我给别人送饭吧。说着看了珊珊一眼，眼里闪过促狭，看来我家的饭也不是随便谁都能吃的哦。珊珊解释清楚就安心了，
懒得去琢磨 boss 的动机，反正也琢磨不透。假装没听到风小姐的调侃，珊珊关心地问：“你不是刚刚输过血吗？现在开车没事吗？”“没事，虚惊一场啦。而且农庄很近的，半小时不到的路程而已。”果然没开多久，风小姐就说：“到了。”珊珊向窗外望去，先看见了一片林子，又开了片刻，才看见农田池塘，路边有几栋2层的楼房，房子前的空地上已经有几个人在等了。风月看着咦了一声，说：“怎么丽叔也在？”下了车，一个瘦瘦高高的短发俏丽女子笑盈盈地迎上来：“阿月。”风月说：“丽叔，你怎么也来了？”袁丽叔笑盈盈地说：“阿月，你这话说的，我家年夜饭的菜哪年不是你们家菜园子里的？怎么今年你舍不得了？”风月嗔怪说：“我就问一声，哪里有舍不得？往年不是都给你们家送去吗？怎么今年没有送？”风家的这个农庄，除了日常供应风家的食用，年节的时候还会给亲朋送一些产品过去。丽叔笑道：“就不许我吃完了再来呀？你要是舍不得，我就只好问你家大哥讨了。”他的眼睛已经看向后面下车的风腾，一眨不眨的，落落大方地说：“风大哥，好久不见了。”风腾点点头：“丽叔。”站在一旁的珊珊在电光石火中难得敏锐的真相了：“哇，原来是 boss 大人的仰慕者。”袁丽叔显然是极会说话的一个人，不着痕迹地大大恭维了风腾一番，什么西面的投资多么有远见啊之类的，连风腾这般难伺候的人都被他说得微微笑了一下。薛珊珊边听边检讨自己：“看吧看吧，这才是高手啊，看人家多么有专业性，多么欲扬先抑，高潮迭起啊，相比之下自己实在是太直白了。”风月在一旁看他神思恍惚的样子，以为他是在不高兴。既然他知道哥哥对丽叔完全无意，当然要跟薛珊珊解释一番，便低声对薛珊珊说：“丽叔是李奶奶的孙女，李奶奶是一直跟着奶奶的老人，在我家几乎过了一辈子，奶奶去世了才去跟儿子住。丽叔和我们一起在老宅子里长大的，大哥待他也如同妹妹一般。”他的重点当然在最后一句。说完，他也不管珊珊意会没有，笑盈盈地对袁丽叔和风腾说：“你们叙就完了吧，再说下去可要天黑了。”袁丽叔埋怨状：“阿月，你真是的，我好不容易有机会跟风大哥讨教一番。”说着望望风腾手里的渔具，惊喜地说：“风大哥今天要钓鱼？我可想学很久了，上次海钓我没能去成，今天不介意教教我吧？”风月叹口气，知道自己的朋友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了。他这心思由来已久，只是以前总觉得自己出身一般，不太敢表露自己对风腾的念头。如今大概是听说了薛珊珊的事，看到薛珊珊这样普通的家世竟然登堂入室，自然不甘心，前所未有的积极起来。见风腾已经点了头，风月转眼又有想法，自家大哥从来不是拖泥带水的人，以前丽叔藏着心事不说，想拒绝也无从拒绝起，现在他简直称得上直接了，倒不如趁机让大哥对他说清楚，免得耽误他青春。于是他也不再阻拦，反而对薛珊珊说：“珊珊，要不我们2个去挑菜吧？”虽说是亲自摘菜，但是风大小姐哪里肯真的下地，只是去人家摘好的菜里选一些罢了。风腾说：“你自己偷懒就算了，别带坏他。”接着他对站在一旁当木头已久的薛珊珊说：“薛珊珊，你也过来。”他说完便和颜青拿着东西往池塘边走。珊珊看了眼风月，风月头痛地说：“算了，我们一起去吧。”
走在两个男人后面，袁丽书似乎才发现珊珊似的，含笑说：“还没请教这位小姐是？”珊珊礼貌地说：“我叫薛珊珊，你好。”丽书也礼貌含笑地说：“我是丽书。”她直接把姓略过了不说，透露着和封家特殊的亲昵意味，紧接着又笑吟吟道：“薛小姐难不成也是像我这样来弄点菜回去的？”薛珊珊说：“不是，我跟过来玩的。”袁丽书问：“不知道薛小姐从事什么行业？”“我是做财务的，在丰腾。”“袁丽书笑起来，这么说来，我们也算是同行，不过我可没你这么好运气，在封大哥手下做事。”风月吹话说：“丽书从事金融投资的，另外还是我的私人理财顾问。”袁丽书嗔道：“阿月，你取笑我，什么私人理财顾问，你自己懒得弄，我帮你打杂罢了。”说着便和风月谈起最近一些投资和目前的一些行情，聊了一会儿，转头一笑问薛珊珊：“薛小姐对这轮行情有什么看法？”珊珊根本没认真关注他们在聊什么，不过肯定是投资这块的。她看看前面封腾和颜青的背影，他们的对话想必听得很清楚吧。这位丽书小姐，你要表现就表现嘛，干嘛拉她下水？珊珊摇头说：“财务和金融这块其实区别还蛮大的，我自己能吃饱就不错了，又没有闲钱，所以也不太关注投资。不然满肚子想法却没办法实现，也很难受吧？说不定还会铤而走险，孤注一掷，挪用公款什么的。”袁丽书被噎住了。什么叫满肚子想法却没办法实现？这是在讽刺他。孤注一掷岂不正是自己眼下的心情吗？他笑容微敛，自己倒是小看他了。风月不免也多看了珊珊两眼，但是看他一脸认真解释的样子，又觉得是言者无意，听者有心了。和颜青交谈中的风腾只是笑了笑，转过身来的时候又换了一副上位者的威压表情：“薛珊珊，你在我面前说挪用公款。”珊珊吓了一跳，连忙摇头：“没有，我只是打个比方，总裁大人，我是清白的。”风月默默地扭头：“大哥你真恶趣味，珊珊你果然很下饭，还有丽书，你真的没戏了。”说话间，一行人已经到了钓鱼的地方。风腾放下渔具，问薛珊珊：“会钓鱼吗？”珊珊摇头：“不会。”听风腾这么问，大家都以为他要教薛珊珊钓鱼呢，袁丽书脸都僵了。谁知风腾却是点点头，然后往池塘边上的菜地一指说：“那你去拔萝卜。”珊珊被雷浇了。第25章，珊珊蹲在萝卜地旁边，默默地瞅了半天，才伸手拔几根萝卜，然后扭头看看池塘边钓鱼的一群人，严重的心理不平衡起来。资本家什么的实在是太腐败了，钓鱼就钓鱼呗，还要弄个小木屋防寒，一群人坐在那里喝茶钓鱼，轻声谈笑，他却要在寒风瑟瑟中拔萝卜。长工也不是这么用的呀。珊珊认真地开始考虑罢工的可能性，可是一想到自己吃住在人家，机票钱还要人家垫，珊珊揭竿而起的心又熄火了。算了，这些萝卜就当住宿费吧。珊珊认命地拔起了萝卜，只是时不时控制不住地往池塘边看看。第 N 次偷看的时候，正好撞上了风腾的视线。风腾目光一闪，居然起身走了过来。珊珊赶紧低头做出专心拔萝卜的样子来。薛珊珊，这就是你拔了半天的成果。伴随着熟悉的低沉的声音，视野里出现了一双黑色的男鞋。珊珊心里有点小委屈，也不理他，手指扒拉着泥土，闷闷地回了几个字：“手僵，拔不动。”薛珊珊。
风腾微微俯身，好像在观察他的表情似的。你说不会钓鱼的，我可以学呀。是吗？尾音微微上扬，好像充满了怀疑。可是，你不是对放长线钓鱼没兴趣吗？珊珊愣了一愣，这句话怎么似曾相识啊？然后，久远的鱼刺事件浮现在脑海。薛珊珊，你就不会放长线钓大鱼？那时候懵懂不解的话语，此刻却好像忽然有了别样的含义。他为什么现在忽然提这个啊？珊珊忽然手足无措了，盯着地里的萝卜，鼓起勇气，有些结巴的回答：现在有兴趣了呀。想到袁丽书，心里又有点郁闷，样样的说，可是鱼塘边上人也太多了。这是在抱怨。风腾眉宇间跃起一丝笑意，他突然问薛珊珊，你要不要给其他钓鱼的一个信号？珊珊疑惑，什么信号？告诉别人这个鱼塘已经被人承包了的信号。啊！珊珊不解地仰头看他，然后视线一暗，唇上触到了一片温热。他好像被吻了。高大的男人俯下身，大手抓住她的肩膀，在她唇上蜻蜓点水而过，然后看着她傻傻呆呆的样子，低声笑语：这是承包合同专用章。珊珊手里的萝卜掉到地上，重新回到刚刚离开的坑里了。珊珊最后还是没去钓鱼，而是蹲在萝卜地里，麻木地拔了一堆萝卜，满满的装了2筐。袁丽书倒是钓到了好几条鱼，只是那表现在脸上的高兴，怎么看都像是强颜欢笑。回去的时候，袁丽书搭了他们的顺风车，仍然是一副神采奕奕的样子，只是时不时有点走神。不过，比他更走神的是薛珊珊同学。不，薛珊珊已经完全没有神了，他脑海里只剩下一根根萝卜。这种状况甚至延续到了年夜饭，那丰盛的豪门夜宴啊，吃到了嘴里居然都是萝卜的味道。不过这也实在不能怪他，任何一个在萝卜地里丢掉初吻的不幸女子，都不会这么快变回正常人的。后来直到风月说要回家，珊珊才回过神来，下意识地拉住风月：你晚上不住这里？以前是住的，今年哥哥不是有你陪了吗？风月笑眯眯地说：是啊，我们明天早上7点多的飞机飞延青家，东西还没收拾好呢。那珊珊不知道说啥了，猛然产生了一种今晚就打包去飞机场过夜的冲动。风月眨眨眼，过得愉快哦。会愉快才怪呢，明明就是紧张死了好不好？可是当佣人们收拾好饭桌纷纷回家，偌大的屋子里只剩下他们2个人，珊珊心里竟然慢慢地浮起一丝类似心酸的情绪起来。大年夜身边居然一个亲人都没有，就算非人如 boss 也会感到寂寞吧。这么一想，独处的紧张倒是少了很多。珊珊凄凄哀哀地主动开口问：晚上我们干什么？风腾反问：你想干什么？珊珊想了半天，看春晚。风腾很无语地看了他一眼，两人便去客厅，打开了电视机，等着看春晚。珊珊看看壁钟，很好，已经7点45了，还有15分钟春晚就开始，只要顺顺利利地度过这15分钟，春晚开始后就不会显得很傻很尴尬，不知道要说啥了。哦，这个世界有春晚真是太好了。珊珊轻松地奔向厨房方向，我去弄点水果。在厨房磨蹭了半天，珊珊掐好时间，准时端了满满的2盘水果回来。水果来了，风腾却没有动，他坐在沙发里，低垂着眼，目光落在手中的手机上。薛珊珊，我刚刚收到了一条短信。
珊珊有点不明白他为啥跟自己说这个。有人祝福我新年快乐，珊珊还是有点茫然。这很正常吧，拍拍 boss 马屁什么的，等等，他好像忘记了什么。风腾吐出了2个字，是你。珊珊终于想起来了。水果盘放在茶几上，珊珊垂头丧气地接受 boss 大人的询问。你手机不是掉了吗？是手机定时软件。珊珊小声地回答。什么时候定的时？前几天。风腾顿了顿，你给所有人都发了这个？没有。珊珊更小声了，就你一个。风腾点了点头，不再说话了。电视里春晚已经正式开始了，珊珊盯着电视机，心里一片乱糟糟，有种现行犯被抓的感觉。忽然，啪的一下，风腾关掉了电视机。客厅里顿时一下子静得连一根针落下都能听见。薛珊珊，这也是欲擒故纵？那你呢？珊珊不知哪里来的勇气，不答反问，你在萝卜那样也是欲擒故纵吗？风腾倒没料到他居然会反问，笑了笑，有些意味深长地说，不是诱敌深入。他都已经在他家了，难道还不够深入吗？如果对方觉得他还不够深入，那么风腾第一次直呼他的名字，珊珊有点不自在。不过这种时候怎么也没法叫总裁吧。我没谈过恋爱，所以不知道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年会之前我明明没想过这些的，可是后来。他抬起头来，尽力看着他的眼睛。前几天看不见你，我很失落，看到你在警察局外面等我，我觉得很丢脸，可是又好高兴。你带我来这里的时候，我虽然觉得不应该，可是还是很高兴。刚刚和你吃年夜饭，我还是很开心。我没有你的密码，但是我可以把我密码告诉你，摊开来给你看。我想我已经喜欢你了，那么你看清楚，我是你喜欢的吗？他什么都不懂，所以面对聪明人，只有笨办法。珊珊不自觉地抱住膝盖，缩进沙发里，可是眼睛却是一眨不眨地看着他的。他的神情看起来怯懦而又勇敢，眼睛里装满了小心翼翼的期待。薛珊珊从来都是引人发学，让人看了就想欺负的捏几下的。可是风腾此刻却从未所有地，蓦地心中一动。薛珊珊，他揽过他的肩膀，缓缓低头在他的额上亲了一下，说，我们试试吧。